我操，什么味道？老子电动车烧了！不对，这是在哪儿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原来我穿越到了大夏朝的马山村，原主也叫楚云霄，是个败光家业、欠了赌场5两银子还被打死的混蛋，而且他居然还打老婆。曾经为了讨好狐朋狗友，甚至说出打夫人给大伙助助兴的混账话，真特么不是个东西！你说什么？他刚才诈尸了！大侄儿，感觉怎么样？你不知道，你可吓死我们了！活了就好，活了以后就跟清婉好好过日子。赌场的银子输给你想办法，肯定不会让清婉去抵债。坏了，清婉，你照顾好他。老黑那玩意儿估计这会儿正在做棺材，我得赶紧去阻止他。相公，你活了，感觉哪儿不舒服？相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可别吓我！放在我那个世界，兜里没点钱能娶到这样的，原主居然下得去手。没事儿，我就是适应适应。我饿了，去给我煮点吃的吧。相公，这是我熬的野菜粥，你快趁热吃了吧。你管这叫粥？对不起，相公，我知道你吃不惯野菜，我这就去帮村长家做活，挣钱给你买粟米熬粥，你可别再打我了。没事，这菜叶子太苦，你让我想想办法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得好好想办法解决燃眉之急。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家徒四壁，这也太穷了。相公，你在家歇歇，我去村长家做活。咦，刚才是在做梦，小说看多了还是想老婆想疯了？不对，商场怎么可能一下子人全部跑光？还有那个从天而降的200斤大姐姐呢？难道自己带着这片地方穿越了？那我怎么出去？我又回来了，用意念吗？我特么带着个大型商超穿越了，哈哈哈哈！老子特么就是古代的万能神仙，还怕生活不滋润？等小爷恢复，不端了你，我就白穿越一回。怎么了，娘子？厨房里面有鬼，那些东西米缸满了，还有肉。不怕，都是我带回来的。你带回来的？你哪来的钱买东西？而且也太浪费了，普通人家哪能买那么多精米？你是我的娘子，哪有挣脱相公的道理？去吧，做饭去。那些东西是我一个神仙朋友给我的。我知道你一直嫌弃我小不能干活，卖了也好，也能让你吃几天饱饭。不过你这也太奢侈了。清婉，以前是我不好，现在赌场的那一顿打给我打醒了，我再也不是那个混蛋。看着吧，我一定会给你这世界上最美好的生活。而且在我死去的那一刻，梦见了一个白胡子老爷爷，他教会了我许多的东西。这身体快扛不住了，得先养伤，在这个世界赚够钱，才能保住我有随身空间的秘密。玻璃杯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
饭了，相公。这也太傻了，肉和米全给我留着了。看来他还是没有变，是不是怪我吃了米粥？青婉，以后你得顿顿给我这么吃。1个月之后，你还是这么瘦，我就把你卖了。虽然心疼这金贵的粮食，但好温暖。看来明天必须去一趟城里。起来了。相公，对不起，我昨晚吃的太饱，所以就起晚了。没事儿，你想睡就再去睡一会儿。这天太天不冷了，愣着干嘛？快起来吃早饭，吃完我去趟城里。你就乖乖待在家，哪儿都别去。相公，你还要去赌场吗？赌场？去那儿干嘛？伤还没好利索呢，干不过。那你去城里干嘛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昨天梦到那个神仙爷爷，教会了我许多的东西。我寻思能不能出去赚点钱。大侄儿，你伤还没好利索，就又想着去镇上翻本儿。二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去青云城里，不去镇上赌场。去城里？难道这小子要把青婉卖了还债？不行，我得跟着。那个，我刚好也去青云城，一起吧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那太好了，到城里我请你喝酒。哟，楚兄今天这么大方，居然还有钱请喝酒，带上哥哥啊！原来是三哥啊！今天没跟村长老婆狗吃，有空来村头晃荡。怎么，村长在家？楚云霄，你找死是不是？再乱说，信不信我叫赌场明天就来要债？这种人你跟他说话干啥？你被他害得还不够。你也该锻炼锻炼你的身体了。这么点路，你累得像个小鸡崽子似的。二叔，排队是干嘛？发脸盆吗？哼，外地人吧，进城要交进城费，不知道。不好意思，大娘，我农村来的，不懂规矩。农村的哪个村？就是很远的一个小山村。大娘，你还没告诉我进城得多少钱呢2文一位。二叔，你干嘛？都快到我们了，干嘛出去啊？你有钱吗？我没有啊，你没有吗？钱都在你二婶那儿呢，哪儿来的钱？好了，回去吧，今天这城市进不去了。开玩笑，走了这么久，怎么可能回去？二叔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上个茅厕。烂人屎尿多，没有也想噎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我二叔带着2升大米去娶媳妇儿，没想到媳妇儿跑了，大米便宜卖。臭小子，你二婶哪里跑了？还有这大米哪儿偷的？哎呀，你别管，小哥，这大米怎么卖？大米怎么卖啊？我也没买过，谁吃得起这玩意儿？这位小哥，我看你这大米品质不错，市场价5文钱1升，你这儿2升左右，给你12文钱行不行？5文？你唬你爹呢？不过先进城要紧，进了城这点钱算什么？大哥大气，卖了。
还真的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子啊！这么好的精米，20文一升都卖得起，那可不。刚才这小子还跟我是农村的呢，肯定是大山里面出来的。唉，白下了这么好的精米，要是我早知道，早给他买去了。二叔，一会儿咱们就在这家吃。你来这儿干嘛？你在这儿等我，一会儿我就出来。要饭别地儿去，别影响老子生意。你确定要赶老子走？你不怕你老板扣你工资？炒你鱿鱼。哟，请问公子要当什么传家宝啊？看好了，当心闪瞎你的狗眼。这玩意儿可是价值连城，似乎也只有京城里面的那些达官贵人才能玩得起这玩意儿。小子，在哪个大户人家偷出来的？老实交代。关你屁事儿，跟你说不上，让你老板出来。看眼前这小子的气势，难不成是哪家大公子扮猪吃老虎？稍等，公子请进。这位公子，请稍作休息。小祖宗，千万别摔烂了！笑话，钢化玻璃杯那么容易烂？看着老小子的表情，这玩意儿估计老值钱了。请问这位公子，活当还是死当？死当，死的不能再死的那种，速度要快，好不容易从家里拿出来的。要不是小爷我这几天手气背，也不至于卖这玩意儿。这绝对是个赌输了偷家里琉璃来套现的败家子儿。这位公子，说实话，这琉璃杯可不好出手。你要的急的话，我只能给你这个数，5000两，成交。公子跟老夫就别开玩笑了，500两，一口价。1两银子等于1000文铜片，500两能买10万升大米，不错。掌柜的，你也别忽悠本公子，一口价800两，要不是着急翻本，我还真舍不得。你小子进去这么久，我还以为你又去赌钱了。二叔，这不是赌场，你不认识字儿吗？你脑子是不是被打坏了？咱们家可是祖传的文盲，也就是你老子和你2个认字的人。太重了，二叔，你提着吧。什么玩意儿啊？大侄儿，你在哪儿搞来的这么多钱？昨晚做梦，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，他教了我许多法术，我给里面的老板治好了多年的疾病，然后这是他给的报酬。难道是仙人转世，天佑我楚家呀？二叔，那白胡子老头给我说不能声张，不然就要收回我的法术。大侄子，那我们现在去哪儿？老爹死后，二叔没少接济我，二婶也带着清霜找活干，这恩情得报。二叔，你会赶车不？会呀，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会的？在商队，我就是运送粮草的。那好，我们买车去。啥玩意儿？买车？公子是想买马？没错，给推荐推荐。客官，来看看我们这匹纯正的塞外宝马，日行1000里没问题，只要100两你就可以带走。我操，这么贵？古代劳斯莱斯吗？二叔，这玩意儿我不懂，你去吧。马可是管制的重资，这小子想啥呢？我这侄子不懂，我们就单纯的往来城里而已，用不上那些个。二叔，格局小了。不过这玩意儿皮实耐操，就犹如现代的某灵神车一样，多搭快跑，也不错。大侄男，这会儿去哪儿？消费。
两位客官，买衣服随便看看。我说掌柜的，你这店里连乞丐都能进来买东西吗？哎，我说你这小乞丐，这衣服你买得起吗？你就摸。这店是你的？小子，你还敢顶嘴？这衣服我本来看上了的，现在你摸过了。老板，我不要了。你也不看看你长得这个样子，都特他妈快胖成球了。哼，这衣服你穿得上吗？买不起镜子还没有尿，也不照照才出门。你可离我远点儿！一股大海的味道，如此不讲卫生，多少天没洗了？这可不好啊，憋久了容易生病。这段时间是不是感觉刺挠啊？可得担心花柳。刚才我摸过的都给我包起来，他摸过的我可不要，我怕传染。难道真如这公子所说，真的有花柳？完了，他刚才可摸了不少。二叔，进来搬东西了。咦，还是你有先见之明，看到这玩意儿一来就提前跑出去，看来还是你懂花柳。公子简直是神医下凡，一眼就能看出那妇人的病症。难不成老板跟那妇人有一腿？这么确定？掌柜的，我见你印堂发黑，脚步虚疼，平时没少逛青楼吧？可得注意了。这段时间总是感觉不好，他全看准了。神医，准了！神医，你可一定要救救我！我哪会什么医术？那胖女人味道大，肯定有妇科病。这老板大腹便便，走路打飘，10个9个虚。掌柜的无需如此。你这个病嘛，医学上称为临门几支，问题不大。带我回山炼制灵丹，保你药到病除。神医，今儿这些你拿去，我就不收钱了，还请神医赐我灵丹。这是视那娃如命啊，连衣服钱都不要了，赚了。既然你这样说，那我下次来城里就为你炼制一些，专门针对你这临门几支的顽病。大侄子，那个白胡子前辈教你医术还教了啥？会是谁呢？当铺、妇人、布庄老板，大概率是当铺那边的人，冲着银子来的。二叔腿脚不好，我这身体也没战斗力，麻烦了。二叔，停车，我要拉屎。懒人屎尿多，没有也想多。该选哪样呢？重型装备太过惊世羡俗，要是被有些人看到，会招来特别多的麻烦。大侄儿，我们恐怕遇见劫道的了。一会儿我拦住他们，你带着银子跑。我这二叔还真的没得说。我跑了，你怎么办啊？没事，大侄儿，别管我，我再怎么也是刑武出身，比你这个土鸡都拧不过的小鸡子强。他妈老子一个现代人，在这法制不健全的世界，还能让你给劫了？前面的那位武林高手何故拦我骡车？咦，胆子不小，这情况还能镇定自若。最近兄弟们手头紧，这位公子借点钱刷刷。特么的还借点钱，打劫就打劫呗。你看我们俩穿的这个穷酸样，你要打劫，也选个富裕点的人家吧。哈哈，这就不该是你操心的事情。骡车留下，你们可以滚了。当铺掌柜给了你们多少好处？你们回去把他杀了，我加倍行不行？小子，原本不想杀人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。这二叔，以后一定要对他好。等等，小子，还有什么遗言想说就说吧，别说爷爷不给机会。没有，就是想给你们看一个宝贝。二叔，快把他们拖进山里。你要干嘛？别啰嗦，快点，一会儿来人就不好了。大肉丸人都拖泥带水，刀刀毙命。他们既然看到了我手上的这个神器，就不能让他们活着。
大侄儿，这也是那个神仙爷爷给你的。看来自己这个白胡子老头是用对了。没错，你看看你手中的匕首，是否有些不一样？这是传说中的神器吧？你说是就是吧，喜欢的话就送你了。这么宝贝的东西送我了，大侄儿，这可使不得。给你就收下吧，你是我二叔，平时那么照顾，送你一把匕首。咦，大家快看，是哪位大户人家的公子来我们马山村？咦，那不是楚大壮吗？他居然能驾着骡车。是啊，上午还看他跟着他那败家侄子进城，难道发财回来了？大壮，去哪儿发财回来了？居然买起了骡子车？哪里？这是我侄子楚娃子买的，我哪能买得起这玩意儿？唉，我说楚娃子，赚钱了好好过日子才是硬道理，净买这些糊里花哨的东西。二叔还在这儿呢。二叔，帮忙卸一下东西。好嘞。这个世界还是太保守了，如果自己把比基尼推广开来，大街上那该是一副怎样的场景？先养胖了再说，估计还能再大一个码。二叔，剩下的我来吧。二叔，这些你拿回去，让二婶给你做几身衣服。大侄儿，这可使不得，无功不受禄。二叔，冲你今天挡在我面前就值得，别矫情，快回家。二婶和虎子哥肯定等得着急了。对了，明天叫虎子哥来这一趟。愣着干嘛？快去做饭，饿死老子了！做多点儿。不错，进步很快。你太瘦了，身子弱，就得多吃。相公，这么多东西要不少银子吧？还有那骡车，这一切简直像做梦一样，感觉一点都不真实。我说你就别操心了，反正你只要明白，你相公我经过仙人的点化，开窍了，以后还会有更多稀奇古怪的事情。你什么也别问，跟着相公吃香的喝辣的就行。你先上床，我去趟茅厕。600两银子，还剩500多两，试试能不能把这个世界的钱转进空间。他妈有这玩意儿，以后到哪儿都不需要带东西了。这玩意儿真是给自己惊喜。这位小娘子，给你100两，陪我说说话，行不行？这么不经斗，没意思。相公，哪来的这么多钱？今天去城里给一个富豪治病，人给的酬金。相公，快收起来吧，不然一会儿被人知道会招来歹人。这人啥都好，就是爱哭。在穷苦的农家女子眼里，100两是天大的财富。梅峰就算心理承受能力好了，你去收啊，这是给你的，身上放点钱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给我的这么多钱，我不能要，还是相公留在身边。娘子，现在咱们家有钱了，早已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了。你要尽快的转变角色好吗？我希望明天醒来，我能够看到一个自信美丽的李清婉出现在我面前。好，相公，我都听你的。那些衣服都是给你买的，不知道合不合身，你去试一下。不合身的就拿去给二婶吧。还有那些布匹，就辛苦你给我做几身衣服。原来不仅买了布料，还专门给我买了衣服，而且不止一件。要让他一下子从饭都吃不饱转变成有钱人，还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什么情况？换啊，干嘛呢你？相公，奴家要换衣服了。那就换啊，换个衣服不用请示汇报。原主真是个小垃圾，结婚1年连老婆身子都没看过。今晚我们是夫妻，还有什么不能坦诚相待的呢？相公看着你换。但这白皙肌肤上大大小小青的紫的伤痕，这不全是我打的？
相公依旧看不上我的身子吗？青婉，以前是我不好，这是我那梦里师傅赐的神药，我给你抹上。强忍着拔枪问苍天的冲动，我真是个正人君子。谁呀？别敲了，再敲要掉了。胡子哥，天还没亮，干嘛呢？这是？咦，楚娃子，眼睛怎么了？这么大亮的天，难不成是瞎了？没事，胡子哥你先坐，我去洗脸刷牙。地心，快过来！楚娃子中毒了！完了，这个也中毒了！你这个老六，老子是在刷牙，他妈别追了！咦，楚娃子，你没中毒？那你们俩刚才怎么口吐白沫？虎子哥，我们是在刷牙，你看到的白沫呢，是牙膏产生的泡泡。怎么回事？楚娃子刚才口吐白沫，我以为他中毒了，就喊了一嗓子。没事吧，大侄？没事没事，我清洁牙齿，用了点牙膏而已。二叔二婶，我去做饭，一会儿一起吃饭吧。不了，我跟你婶子回去吃。虎子，走了。爹，你不是说楚娃子找我有事吗？还没说事儿呢，要回你们回。好吗？不仅是个老六，还是个吃货。二叔二婶，就在这儿吃吧。今晚去做饭，做5个人的。二叔，虎子哥现在不没事做吗？我想叫他来给我帮忙，1个月给他5两银子，供他吃饭，你看行吗？啥？这货哪里值5两银子1个月？你要人帮忙，叫他来就是了，怎么还能要钱呢？不，二叔，他帮我做事，我给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但是他如果不听话或者偷懒，我也可以扣除他的银子。没事，你放心，他要敢偷懒，老子打断他的腿。不过5两会不会太多了？他是我哥，我给他那么多，自然有我的道理。好了，二叔你别再说了。胡子哥，你有意见吗？1个月5两，家里边还有那么多肉，还包吃，有意见？傻子才有意见。吃饭了，你们爷仨聊啥呢？这饭量，1个月5两银子给他不亏啊。二叔二婶都不敢加肉，看来得从思想上改变他们。虎子哥，你吃饱了吗？啊，没，饱了。虎子哥，跟着我，只要你听话，不敢保证天天有肉，起码隔3差5让你吃个够。听说我们的楚大公子发财了，看来是真的，都能吃上羊肉了。哼，看来是赌场的债主找上门了。咦，原来是三哥，带这么多人，怎么与村长老婆的事情被发现了？楚云霄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别他妈像个女人一样乱嚼舌根。说吧，大清早跑我这儿来干啥？这是镇上3合赌场的龙哥，你欠赌场的5两银子该还了吧？楚云霄是吧？前几日你去赌场借了5两银子，现在利滚利一共是8两，给钱吧。这他妈是抢啊！8两，8两银子好说，不过老子没有零钱啊，要不你找钱？看来这小子是真的发财了。昨天老柴叔他们还看到他是赶着骡车回来的呢。那可不是，你看青婉身上穿的那可是城里人才能穿得起的衣服。其实这10两给你们也没事，老子无所谓。小子不错，上道，拿来吧。哥，这些人你能打几个？吃饱了，全打都没问题。大夏律法，擅闯他人室内行凶者，即杀不救。龙哥，钱给你没问题，但是我记得那天对我拳打脚踢的，你们几个都有份吧？要不我打回来，这才算公平吗？小子，你别太狂，敢耍老子！哥几个，给我上！你过来呀！大夏律法，入室行凶被反杀100死。这小子想套路我，退回去！小子想炸你爷爷，
以为我第一天出来混吗？有本事你出来！老子就不出去，有本事你进来。这架到底打还是不打呀？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有本事你就永远别走出这间屋子！放心，你爹我明天就去镇上，你看我敢不敢？哼！不到万不得已，我并不想暴露那些热武器，但是不解决这个麻烦，终究会被逼着使用。看来，明天该去镇上一趟。今晚我去山里一趟，你乖乖待在家里。有这些玩意儿，我还怕个毛线？手枪步枪太惊世骇俗，这长刀弓弩应该没问题了吧？你要让我来呀，谁会不愿意来？哪个肚子才不愿意来呀？小浪蹄子，老娘可怜你家里穷，才让你去我家做活，你可倒好，联合楚云霄那小子来污蔑老娘。我操！难道那些人又回来了？看着脸上的青紫，估计是早上我嚎那一声被村长听到，挨了顿打，跑这儿撒气来了。咦，大家都说脸上无肉做事寡毒，看来真的是相由心生啊！我就纳闷儿，麻三是怎么勾得上你的？小崽子，你还敢回来？老娘今天不撕烂你的嘴，我就不是马山一枝花。我去，就你这样还马山一枝花？买不起镜子你还没有尿，平时都不照照的吗？小崽子，我看你是找死，不想在马山住了吗？来人啊！楚娃子打人了！老头发，你个死鬼去哪儿了？你夫人被人欺负，你都不敢露面！楚娃子，你干嘛？青天白日对长辈出手，你是越来越放肆了。王叔，要不是婶子跑我家来欺负我夫人，我也不至于动手。怎么，你要一起？这小子去了趟城里就买起了骡车，鬼知道在外面有什么背景。我能硬碰硬。王叔，我劝你还是早点去医馆看看吧。小子闻着这股死鱼的味道，莫不是花柳？难不成这小子是医师？前几天跟麻三云雨一番后，回来确实感觉奇痒难忍。难怪这几日这贱女人都不让我碰，身上还有股死鱼味儿。原来真的把花柳传回来了。
这个贱女人，还不给老子回去！少他妈给我丢人了！各位婶婶姐姐们，你们回家都让叔叔哥哥们去医馆看看吧。咦，我家那死鬼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啊！你个杀千刀的，老娘有哪点比不上那疯婆子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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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不起，娘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放心，以后不会了。相公，我不打紧，只是早上得罪了龙哥和麻三儿，刚才又惹到了村长，他们报复你，可如何是好？娘子，你放心好了，相公可不是什么善辈，手里有神仙爷爷赐的神器，我还担心他们报复。这威力，我明天要去一趟镇上，为了安全，你这几天就别出门了，也不要跟任何人说我去镇上。谁要是敢踏进门槛，你就给我射他。大夏律法规定，入室行凶者，击杀无罪。你是说要把东西给我？不，相公，这武器还是你带着防身，我在家里没事的。没事，神仙爷爷可是赐给了我很多的神器，我还有，你就别担心了。我一走，肯定有人半路拦截我，留他一个人在家，必须有个防身的家伙。相公，明天可以不去吗？我很担心。不，今晚在这个世道，只有深入麻烦，才能解决掉麻烦。睡吧，我意已定。昨天就发现麻三鬼鬼祟祟躲在后山，果然还在盯着。这小子居然不走大路，走小树林，寻住我也！楚云霄那小子出门了，朝着镇上来了，手里起码有20两银子，快，20两银子！兄弟们，跟老子发财去！正好，一个团队就要整整齐齐的，看来今晚是安全的。对面的山坡上有2头牛，公牛对母牛说 I love you。谁在里面鬼叫？我操！龙哥、三哥，大清早的你们这么着急去哪儿？莫不是去赶着投胎？小子，你找死！你他妈就剩张嘴了是吧？兄弟们，别让小子跑了！小子，
有种别跑，看老子怎么折磨你！你当你爹我傻呀？站着不动给你打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坐山雕吗？不跑了，不跑了，哥几个，再跑下去，肺都得炸。跑啊！怎么不跑？给自己选了个风水宝地。8发子弹，5个人，不会那么不准吧？龙哥，说吧，什么条件能放过我？听说你在县城赚了不少，这样吧，骡车给我，你的妻子给我，再封上100两，我就当此事没有发生。100两没问题，骡车就孝敬你了。至于女人嘛，三哥不是想要吗？楚云霄，早这样想不就好了？何必呢？还白白挨了赌场那一顿打。三哥、龙哥，这不是小子之前不懂事吗？这样，你们过来，我给你们看个宝贝。什么宝贝？你小子难道现在还想耍什么花招？有暗器！10米外枪最快，10米内枪又准又快。楚云霄，别杀我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。放过你？长得挺丑，你想得到没？楚云霄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下如此重手？说吧，为什么要带我进赌场？不是我，是那天龙哥来我家玩，看上了青婉，所以才让我带你去赌场的。死到临头还不说实话，龙哥怎么可能看到足不出户的青婉？肯定是你自己馋，联合他们下的套。不过无所谓了，见过我的枪就得死。好吧，看在你这么诚实的份上，就送你去地下18楼。来，三哥，深呼吸，不然一口气上不来，血就得乱喷。麻三他们的尸体迟早被发现，这野猪就是我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胡子哥，快来帮忙！楚娃子，这玩意儿你打的？那可不，昨天我去后山撒尿，就远远的看见他了。这不，清早我就上去装陷阱，这才搞到的。楚娃子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。这野猪虽然看上去不大，也不是面对面能够猎到的。哪里？我在外面学到了一种陷阱，用绳子困住它才搞到的。陷阱是什么？能不能教大伙儿？没问题，刘叔，回去就教大家。为了感谢大家自从我老爹走后对我的照顾，所以我决定这野猪大家伙一起吃。什么？楚娃子，别看这玩意儿大，要是全村一起吃的话，也就一顿的。你真舍得？刘叔，你们对我的照顾我记着呢。楚娃子以前混蛋，但现在变好了。拿人手短，吃人嘴短。吃过这顿肉，就算日后官府查命案，全村人都会自发为我作证。娘子，找个地方把他们养起来吧。养它们，这肉虽然没毒，但不好吃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以后估计能成为一条赚钱的路子。这个时代不会阉割去骚味，所以不吃猪肉，这正是我养猪红利的好机会。相公，事情都解决了。放心吧，
以后没有人能够骚扰我们。虎子哥，得辛苦你一件事，去镇上买些粮食和酒回来。全村这上百口子人，一头野猪不够吃啊！德发，你就饶了我这次吧，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才被麻三得逞，我内心是不情愿的。你个贱人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楚娃子，老子还蒙在鼓里。那天同去医馆的马老二和另外几个汉子怎么说？昨天带着这人去医馆查病，竟撞见同村好几个男人也去查，我这脑袋绿的都冒光了。好在都没染病，但脸全丢光了。谁呀？王叔，是我，楚娃子。楚娃子来干嘛？昨天刚让我丢了脸，难道来看笑话？楚娃子，你不去城里发你的财，来我这儿看笑话？王叔说的哪里话，都是误会，我不也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。你这小子来就来，还带什么东西？见外了不是？王叔，我今上午打头野猪，第一是为了昨天赔礼，二来请王叔去吃肉。看吧，全村还是我王德发说了算。你有钱又怎样？还不是得提着肉上赶着来巴结我？难道你楚娃子有心，还记得我这老头子？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叨扰。官府查命案肯定先找村长，提前用肉堵住这老登的嘴，少很多麻烦。楚娃子，还剩下200文，你收着。兄弟几个都辛苦了，你们分了吧。这玩意儿寡淡如水，也配叫酒？你小子真的是发财了，这么多酒得要老多钱了吧？王叔，你可别笑话我了，也就挣了点小钱。来来来，我给你满上。咦，楚娃子这酒？咦，楚娃子，这酒？难道王德发发现了什么？哪怕是兑水的二锅头，也比这个时代的酒好太多。你小子县城里买回来的吧？镇上的酒可没这味道。就喜欢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是啊，上次去城里就买了一点，不过也不多，一会儿给王叔带点回去。诸位乡亲，今日得楚鸭子邀请，大家有幸能吃上肉喝上酒，老夫心里很是高兴。大家都知道，楚先生在时就没少为村里做贡献。这楚娃子虽然混蛋了一些，但现在已是浪子回头，以后大家都相互帮衬着点儿，记着人家的恩德。这老头上道啊，看到我赚钱了，连我死去的爹都成了为村里做巨大贡献的人。哼，汤无盐不如水，人无钱不如鬼，哪个世界都一样。各位，楚小子之前很混蛋，但是现在变好了，所以话不多说，敬大家伙一杯。相公，你这是为了封住大家的口？看着他这聪明的样子，怎么也想不出只是个农家女儿。我只是怕麻烦罢了。这个世界还是实力说话，这环境也太差了，得赶紧想办法。楚娃子，来就来嘛，怎么那么客气干嘛？楚娃子，今日找我所谓何事啊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你也知道我家那个破烂屋子，所以我想把屋前的空地买下来，重新砌个屋子。王叔，你也知道造房子需要人工，到时候你给村里说说，我开工钱。也确实，你那破屋子四处漏风，也该给你家清婉享受一下了。你准备砌多大的房子？买多少亩地？我家周围的那一块空地，怎么也有10来亩吧。再一个，我准备把后山也买下来，大约50亩左右。50亩？城里的大户人家也没这么宽的屋子吧？这小子到底赚了多少钱？穿越前窝在10几平的出租屋，既然带着商朝穿越，必须打造一座古代小别墅享受享受。
50亩，按理是不能给你这么多，但是看在你爹之前为村里做出的贡献，我就允了。门前的空地原本要5两1亩，叔给你做主，就收你4两1亩。后山山地2两1亩，收你1两就行了。哼！我操！村长一句话，直接省了50两，牛逼！那就感谢王叔，这手续……哈哈，小事情，包在叔身上。我马上去一趟镇上，帮你把事情给办了。那就太感谢王叔。等你镇上回来，上我家吃饭，我给你整点好的。10亩平地40两，40亩山地40两，一共80两。卖杯子得600两，给了青婉100两，加上七七八八开销，还剩300多两。要建别墅不够啊，明天得去趟青云城再赚点。相公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青婉，你来，你看后山好不好？啊，这山有什么好的？不过可以种很多地。种地？格局小了。有钱了为什么还要种地？我要把门前的空地都变成我们的房子，后山成为我们的后花园。到时候我就去县里给你买几个丫鬟老妈子，你就负责在家貌美如花就行了。可是这么大的房子，得要很多很多的钱吧？而且我不用什么丫鬟老妈子，我伺候好你就行了。钱的事情不用你操心。你忘记我是仙人弟子了？你就在家等着享受吧。特妈，从现在起，老子也是有地的人了。但这只是腾飞的第一步，这儿以后就当个避暑山庄。我们相守相伴也1年有余了，往后安稳度日，岁岁相伴便足矣。看来原主的无能让他误会了。我也想妻妾成群啊，但这小身板真怕折腾散架了。不着急，你这么美，我们怎么能在这破床上呢？等新房子砌好再说吧。年轻人就是忙，这破车连个减震都没有。商朝里倒是有汽车，可拿出来皇帝都得来围观，只能忍了。楚神医，可算是盼到你了！来来来，快请进。几日不见，陶老板脸色不好啊。唉，别提了，楚神医，我这身上的毛病如今反倒越来越重了。面对家里的黄脸婆，丝毫提不起兴趣来，也只有在红云馆才有丝丝兴致。上次来都没机会逛。你这个病啊，经过我这几日日夜不停的炼制，终于丹成。练成了好，练成了好。陶老板啊，不瞒你说，这几枚仙丹可是耗费了我不少法力。陶老板，为了让你放心，此刻你吃下一枚，咱们去红云关看看效果。看着铺子，我跟楚神医出门有要事。风月雅楼，我来了！楚神医，这可不能乱说啊！你是世外高人，但我就不一样了啊！要是被我家那黄脸婆知晓，我会被打死的。草率了，怎么就嚎出来了？咦，楚神医，你之前来过红云馆？没有啊，我对这青云城不熟。那你怎么知道小路？带路。
我操！难道我天生就是光青楼的料？随便钻条巷子就是小路？这么安静，你确定这是青楼，而不是你哪个老相好的家里？楚神医，这儿是后门啊，你难道忘记了？这就是古代逛青楼的暗号？不对呀，古代逛青楼不是合法的吗？怎么搞得跟街头似的？哟，陶老板，今天可够早的，小红还没起呢。我操，真他妈辣眼睛！没起就没起，老子忍不住了。这特么就是青楼，质量这么差。陶大胖猴急可以理解，这位长得清秀、穿着得体的公子也这么猴急，这可是个有钱的主。公子可有相好？相好？你没看到老子面生吗？这位美丽的大姐，我第一次来，哪来的相好？这位公子嘴真甜，妈妈老了，哪来美丽一说？你都让人家不好意思了。他妈的，我有种想掏手下给他来一枪的冲动，完全颠覆了我对古代青楼的认知。看你们这儿也没开始营业，我晚上再来。妈妈，你去忙吧，不用管我。楚神医真神了！今天老子终于扬眉吐气了，现在只觉神清气爽，宛如脱胎换骨。多谢神医，不知这仙丹能否再赐我一些？是药三分毒，当饭吃呢，也不看看自己这虚胖体质，真不要命！你以为这丹药是满大街都是的垃圾，哪来的那么多？就这几枚都耗费了我全部的精力。楚神医说的是我梦闯了。咦，你为何没上去？上去？特么也要等人家洗干净了再去啊！修炼之人对这些事情兴趣不大。陶老板，我对你走后门和对梦号的操作比较好奇啊。你说这儿啊，听我跟你说，青楼后门是专门留给老婆管得严的人，掩人耳目，免得正主上门。我操，吓老子一跳！原来是这么回事，真期盼黑夜快点来时啊！哟，公子还很守时。不过今日白天公子走后，妈妈甚是想念。可惜我老了，不然这么帅的小哥，老娘贴银子都赚。你可拉倒吧，你这样的贴银子我都不敢。劳烦妈妈挂念，今日小爷就来你这红云馆与姑娘们深入的交流交流。来来来，公子随我上楼。这楼下的庸脂俗腿，怕是入不了公子的法眼。公子第一次来，女儿们可不能让公子扫了兴致。这就没有花魁什么的？打开方式不对啊！这几个虽然还行，但怎么没有换一批的操作？花魁，公子真会说笑。我那几个花魁女儿可是吹拉弹唱样样精通，琴棋书画无所不能。敢问公子文采如何呀？原来这玩意儿还搞饥饿营销吊胃口啊！一会儿我那几个女儿可要登台献艺，就看公子能不能入了他们的眼了。公子可真坏，今晚是否留宿？看看再说，看看再说。有请我们的花魁罗毅姑娘登台献艺。这时代的音乐真听不惯。今夜罗毅姑娘要考考诸位的诗才，有想一睹罗毅姑娘芳容的公子，可作诗上台。被我家姑娘看中，自然会招君入闺房。就这，念都没见着就走了，咿咿呀呀唱首歌。小姐姐，下边那所谓的花魁写首诗就能？要是罗伊姑娘欣赏你的诗才，也有可能不要银子呢。我操，还有不要钱的操作！但是写诗，老子一个外卖小哥哪会那玩意儿啊？小姐姐，你帮我准备好笔墨，我去趟茅房抄一首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不能全抄。谁他妈知道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样的诗呢？老子不会写诗，夸你总行了吧？字丑就丑了，内容行就行。登徒子，看来今晚姐姐我又要独守空房。小姐，你那么美，无大才者如何能配得上你呢？有趣，就是字儿太丑了。再说我可并非仙子。小芳，去把这个叫楚云霄的公子叫上来吧。小姐，你找到如意郎君了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尽管去叫就是。
敢问是楚云霄公子？这位小姐姐，你叫我？长得倒是清秀，但是身边围着这么多女人，似乎是个风流浪子。楚公子，我家小姐有请。难道花魁看上老子了？各位小姐姐，咱们下次再喝，小爷泡妞去了。你家小姐是那个罗伊姑娘？明知故问，男人难道都这样，一个劲儿的盯着我看？进去你就知道了。小姐姐，楚云霄来了。楚公子进来吧。小女子罗伊见过楚公子。罗小姐，很高兴见到你，请多多指教。他们果然还是前世的影哥，遇见美女就不会啊。请。公子的诗可谓别出心裁。有感而发，有感而发。自从在舞台上见到小姐姐的身材，就深深的迷住了我。再配上你这张祸国殃民，配上你这绝世容颜，倾国倾城，让我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楚公子倒是直接，与那些道貌岸然的所谓君子不同。那玩意儿我不会，我只知道姑娘长得美，窈窕之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我就单纯的是喜欢你而已。公子甚上有趣，不知家住何处，可有功名在身？相亲呐，一上来就问工作问住处。我农村来的，并无功名。农村是哪个村？以后再说这个词，我真想抽自己。就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。小姐姐，多少银子可以与你深入交流啊？我是来消费的，哪有闲工夫甩文弄墨？深入交流，多少银两可入姑娘帐中？看来又是一位只缠身子的男人，谁叫自己身在这秦楼之中呢？特妈不缠身子，你难道跟你结拜一番？那看公子有多少银两了？难道这位还是个清寡人？要不你说个数，我把你赎回去，给我当秘书吧。何为秘书？秘书就是平时跟在我屁股后面帮我处理大小事务的人。公子愿为奴家赎身。你赎身多少银子？划得来的话也没问题。还请楚公子去问问妈妈，我的自由可不能自己做主。要是这位帅气的公子能帮我赎身，也算是好归宿。可他真愿意花那么多钱吗？看罗伊这态度，肯定是同意跟我走。强忍着一把推倒的想法，今晚估计是没戏了。阿面，看着你这春风得意的样子，似乎又年轻了不少啊。公子嘴太甜了，就爱拿姐姐打趣。来，我跟你商量个事情啊。公子有什么吩咐？是不是我们的姑娘惹你生气了？没有，我就想问问罗伊姑娘，赎身多少银子？这小子要为罗伊赎身，看着穿着打扮也不是特别有钱，先试试再说。哎呀，公子，罗伊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至今还未被人染指。你这么一来，就要分离我们母女，我可如何舍得啊？特妈无非就是多要点钱而已，还他妈没人用过，这让我更开心了。要不换个地方说话，这儿人多嘴杂的。阿蜜，实话说吧，罗伊我是要定。这小子不好忽悠啊，是个懂套路的主。我们母女情深，但看在你那么喜欢罗伊的份上，你就拿2000两。但是娶回家后，可要好好待她。我去你 M 的，2000两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尿个尿。此乃我从远方得到的琉璃摆件，花了3000两白银，身上没有现银，由此底价如何？你说什么？你用这么珍贵的玻璃抵2000两，此话当真？这封建时代的人真不值钱，一个破烂就能换个美女。不过小爷喜欢。他真没开玩笑，终于能离开这随时可能被玷污的青楼了。可眼前这男子，我毫无了解，就要为他致富吗？女儿啊，妈咪为你高兴，终于找到了好人家。虽然心头万般不舍，但是为了你的前程，还是放你离开。特妈真是得了便宜还想立牌坊。走，哥带你客栈歇歇去。小姐姐，你这是？姑爷，我是小姐的丫鬟。你既然为小姐赎身，那么我自然跟着你们走。这他妈还买1送1？好吧，
那就随我们一起走吧。这天色已晚，就不在此地叨扰妈妈了。老板，开2间上房，钱无所谓，一定要干净舒适。相公，1间就行。小芳是丫鬟，该在旁边伺候着。我操，还有这好事儿！万恶的封建社会，我太喜欢了。天子1号，公子包您满意。你们忙，我随后就来。这万恶的封建社会！过来看着，我出去一趟。早起来，真他妈的困呐！相公起来了，奴家为你更衣。这世界就是好，不过总不能把他们带回马山村。今天必须搞点钱买个房子安顿他们。看一看，瞧一瞧，正宗野山参，原价88两，现在只要99文了。走过路过别错过，上好的仙人宝剑只需3两3。老板嫌隔壁老板娘跑路了，2家店联合大甩卖，仅售3天，3天不关门是孙子。仿佛又回到了想家那社会，不知道那个世界的亲人此刻是在为我悲伤，还是在高兴的吃席。既然来了，还带着逆天空间，那就好好活一把。我打算在这儿买个房，也好安顿你俩。相公，你不把奴家带回家？我还有事情要做，眼前带着你们不方便，所以就先在这青云城将你们安顿下来再说。等我忙完了，就来这儿接你们。公子小姐，请问3位需要帮忙吗？你是这牙行的人？公子，我的能力哪能是里边的阿猫阿狗能比的？小哥我从小在这青云城长大，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信息。我是这牙行的特别派出人员，称为特派员。感情这货是个黑中介包打听，我喜欢。小爷我要买个房子，有什么好的推荐？公子，你这情况我可是太熟悉，要是你信得过在下，就跟小爷去看看，包你满意。二狗子，你他娘的又抢老子客户！公子，这就是个无赖，你可别听信这小子。这位二狗子，你过来。买房进正规牙行，溢价肯定高得离谱，跟现代一模一样。一看公子就不是人傻钱多的人，要不咱们走。前面带路。公子，目前我知晓有符合您条件的有3处院子，一处在城西富人区，院子3进3出，售价1200两；第2处也在城西，2进2出，售价800两；第3处在城东，3进3出，但是环境差点，只要500两。去城西，先看看3进3出的再说。自己这相公精力太好了吧？这他妈娶再多都住得起，就买这儿了。这房子不错，我喜欢。这价钱嘛，是不是贵了点？公子，价钱您得跟房主谈，我只负责将您带到这儿，可不敢做主。那你把房主给我叫来，我跟他谈谈。这位公子，据说你想买我这院子。这位老爷，请问为何要出售此屋啊？咦，你不认得我？公子，这位乃我们青云城最大的盐中周老板，由于前去京城发展，故才舍得出这院子。感情这位是超级富豪啊！在这个时代，盐这玩意儿可不是随便能买的。原来鼎鼎大名的周老板当前，请恕在下失礼。周老板大名如雷贯耳，今日能得一见，可谓三生有幸。在下对你的敬仰之情，犹如那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这位公子言重了，我周世才哪能有如此成就？只不过一介贱商罢了。周老板，您这院子可否再便宜一些？既然与公子有缘，就一口价，1100两给你了。好，难得周老板看得起，买了。我商超空间里面，再加上那些便利店仓库，有几辈子都吃不完的盐。而且那一堆书籍里面，
肯定有制盐的技术资料。这个世界的盐带着一股浓浓的苦味儿，还被超级世家掌控着。要是与这位搭上线，还愁没有钱赚？周老板，稍等一会儿，入个册。难道是没钱？关键时候入什么册？周老板，还请借一步说话。这小子又想整什么呢？与他接触越久，就越觉得他难以看透。周老板，给你看个宝贝。宝贝？难道这小子没钱，要用东西抵房钱？这世界还有什么能让我成为宝贝的？入口咸，却没有丝毫苦味儿，这足以让我的家族再次腾飞。敢问公子大名，你这个朋友，周某人交了。周老板，在下楚云霄，这玩意儿，这个世界也就我能制作，所以咱们不如合作一番。合作？感情这小子要把制作这玩意儿的方法攥在自己手上。楚兄，你可知制作这儿的方法需要极强的力量才能保得住啊？咦，这老小伙敢威胁我，看来不得不展示实力了。周老板，再给你看个宝贝。就这么随手一指，就能射穿院墙？难不成是仙人降世？也只有这能够说得通了。特么老子刚才还威胁人家，这世界的砖头这么脆弱。周氏才不知仙人降临，多有得罪，还请仙人饶命。仙人？什么玩意儿？难道这世界真有神仙？周老板可折煞在下了。这会儿你觉得我能否保住这制盐技术？好了，周老板，这玩意儿随后再说，咱们先来说说房子的事情。房子，楚仙人尽管住就是，怎么能要您的钱呢？我去，这么轻松啊！不行，白嫖怕被这人缠上，一码归一码。周老板言重了，一码归一码，钱还是要给。还有啊，我还是喜欢你刚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。仙人一定不想让我暴露他的身份，看来我刚才又蒙浪了。楚兄，这房子说实话对我周某也算不得什么，给你打个折，200两，卖了。我操，离了个大谱，果然有实力就是好。在古代，女人不能上桌吃饭，但我心里没这么封建。喝酒没女人还喝个毛线？楚兄，那货物什么时候能够供应？没有直接说戏言，而是说货物。感情这位周世才还真是混迹商场的老狐狸。3月之后，青牛镇马山村，等待周老板光临。干杯！这古代的酒虽然度数低，但还真特么的上头。昨天支付完房钱，余额不足了，看来自己该出去找点钱。公子是要当东西？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穿得好点儿，这待遇可好了不知道多少倍。我有一些宝贝要出手，不知掌柜何在啊？一进来就寻找掌柜，看来这位爷身价不菲。公子稍坐，小弟马上去请。这位就是我们朱掌柜，朱父。
这位公子如何称呼？寻朱某何事？朱掌柜好，在下楚云霄，敢问你是这儿的老板？不是老板可谈不拢。这尊玻璃板马踏天焰，比给青楼妈妈的那一尊粗糙玩意儿好太多了。那一尊都值3000两，这个不得上万两起步？公子说笑了，我们金盛商行生意遍布整个大夏朝，老夫何德何能做着东家？不过整个青云城，老夫说话还是算话的。我操，原来是集团公司啊！看来找对地方了。既然你能说上话就行，今日缺钱，出件东西。这青云城好久没见到这样的大货了，要是拿到京城，我可是大功一件，必须收下来。楚公子还请随老夫一步后庭，这儿可不是说话的地方。老子可是很怕死的，穿了防刺服，衣服里还别着手枪和匕首，装备在手，丝毫不慌。人家集团老总，总不至于像街边黑店一样敢杀人越货的勾当。楚公子，你这尊琉璃可不多见啊，货虽好，也得打听来历。万一是偷来的赃物，我收了可就惹了大麻烦，掌柜之位都不保。朱掌柜，你应该也是见多识广之人。这尊马踏飞燕，可曾见过？多大的福分才能见到如此精妙之物？这位长相俊秀的公子，竟只用破抹布包着，此人绝不简单啊！楚公子说笑了，朱某谈不上见多识广，但也走遍了大夏的大多数地方，此物未曾见过。楚公子称它为马踏飞燕，看不出来吗？这匹马跑起来都能踩到燕子了，说明速度飞快。妙啊，实在是妙！敢问公子，此物……哎呀，我说你收不收？别磨叽。反正小爷我不偷不抢，你就放心的开价吧。是我多虑了，谁有这等宝物，早到处嚷嚷了。是老夫多虑了，楚公子莫怪。此物虽是难得的宝物，但也不是青云城能够出手的，所以我买来后得运往京城，有一定的风险，所以我只能给你25000两银子。这破玩意儿值25000两银子，特么青楼那个给低了。朱掌柜，你也知道是好东西，你就这样糊弄小爷？楚公子莫急，朱某也要赚钱，还要运输、保存，你看这样如何？26000两，3万，少一个子不卖，摔了也不卖。小爷是缺那1000两的人。楚公子，要不再少点儿？3万就3万。朱某今天就交了楚公子这个朋友，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出手，可得先想着哥哥。装，真特么会装！这玩意儿如果拿去京城送礼，价值根本不是钱能衡量的。这样就对了嘛，朱掌柜。要说好东西，我这儿还真有。朱掌柜见多识广，能看出什么材料吗？此乃神兵啊！楚公子出手吗？看吧，这玩意儿在我们那儿唾手可得，没见识了吧？出手就算了，今天就带了这么一把，担心人惦记我银子，以后有机会再说。笑话，我们可是大商团，能做那种杀人越货的事儿？能随手拿出此等神器和琉璃，敢问楚公子哪里人士？我啊，农村的，别磨叽，给钱吧。农村，此地肯定是仙人才能住的地方吧？按照朱父的说法，凭此物进大夏朝有金盛字样的店铺都能享受贵宾待遇。看来这古代人就已经有了会员意识。
你们俩先去买好家具之类的，去院子里面住下来吧。最好再去买几个丫头。我有事要出去一趟，今天就走。难道眼前的这男子把我买下来，就为了这一夜温存吗？我渴望被爱，不愿只做一个花瓶。怪就怪我自己出身青楼吧，能够在这个年华被年轻有为的他赎身，已经算数好了。不用了，相公，妾身这些年也攒下了一些银子，够用。公子能够隔三差五来看看我们两姐妹，就知足了。楚娃子怎么还不来？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？小哥，你就进来坐会儿吧。楚兄说会来，就一定会来的。我穿的这么寒酸，进去怕给楚云霄丢脸。咦，虎子哥，久等了吧？楚娃子，你可终于出现了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。楚兄弟，你这车夫可真实在，足足等了你2个时辰了，叫他进来坐会儿都不来。陶老板，这可不是什么车夫，这是我堂哥虎子啊，原来是虎子兄弟。来，都进来坐。陶老板，给我这虎子哥选几身衣裳，你看他都不好意思进你店铺了。果然是人靠衣装啊！瞧瞧这小气质，唰就上去了。掌柜的，这衣服得多少银子？小兄弟，一身衣裳而已，不要钱。陶老板，一码归一码，接着。看来神医就是神医，哪有那么好接近的？楚娃子，你刚才给了他10两银子。好了，虎子哥，一身衣裳而已，别纠结，好好赶你的车。去哪儿？找匠人回村盖房啊，消费去。敢问常先生在家吗？我爹说他不在家，你走吧。我操，估粹这常威生了一个傻子。那你去问问你爹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听说常威名气大后，闭门谢客，一是看不上三瓜两枣，二是年纪大了想休息。我爹说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你请回吧。看来老子不能太聪明，容易生傻子。哎，我说傻，呸！这位小哥，你把这个给你爹看，他自然就会见我。看来此子不傻，还知道要钱，估计也就是缺根筋罢了。公子，我爹说他回来了，请进吧。那就谢谢弟弟了，请前面带路。在下楚云霄，拜见常先生。来，小伙子，告诉我，这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回常先生，这是在下自己画的。什么？你画的？这确实是我用尺子和铅笔比葫芦画瓢画在 A3 纸上的。敢问公子是哪位先生的传人？居然能够设计出这么新颖而合用的房子，此乃世外高人。我师父低调，不愿世人知晓他的名后，就不要打扰他老人家了。对，这位小师傅是我梦莽了，此乃世外高人，才能设计出如此房子。说吧，小师傅，前来寒舍是为啥？小师傅，既然不能拒绝，就接受吧。常先生，您可折煞在下了。在您面前，我怎敢称师傅？叫我楚云霄即可。此次前来，是求常先生为我盖一栋这样的房子。哦，盖这样的房子，从图纸看来，这造价可不凡。楚公子，选址在青云城哪片区域？是在青牛镇的马山村，还请常先生帮这个忙。楚公子，冲这一份图纸，这个忙老夫帮了。只是还有一个疑惑，为何这设计要把茅房放在屋里，还请解惑？解惑？老子怎么解惑？空间里刚好找到一家五金店，有管子能用。这个茅房放屋里，也仅仅是为了入厕的方便。我手中有师傅烧制的马桶和蹲便器，以及一些通水的管子，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臭味。哼，常先生，我这样想，你给我打出预算，我对这方面以及青云城的物价都不懂，所以整个房屋都请您负责，我给钱就行了。
好，既然楚公子信得过老夫，那明日你再前来，我会告诉你所有的花费。唉，小孩子就是单纯，谁给他糖，他就对他好。虎子哥，你想吃点啥？肉包子20个。看来还是难以改变穷惯了的思想，慢慢来吧。客官里面请。看着虎子，想起了我以前送外卖的日子，好不容易开回荤，上个馆子，还不是如虎子一般毫无形象。普通人的生活哪来的那么精致？常先生，今日预算可出来，何时可以出发？楚公子，明日我带儿子先去看好地形，后日我就招呼帮众开始动工。那房屋预算？昨日看过，这房屋建造起来可不便宜，保守得600两纹银。楚公子得想好。600两？我操！玻璃杯子换别墅啊！两位官爷，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们马山村民风淳朴，哪来的杀人犯？有没有可不是你说了算的。完了，许久不见麻三，难道真被楚娃子给干掉了？干掉了好，谁让他给我戴绿帽子？走吧，带我们去楚云霄家里缉拿凶手。楚娃子在家吗？谁啊？原来是王叔，有什么事情？那个楚娃子在家吗？两位官爷要跟他了解一点事情。难道是相公出事了？王叔，楚云霄去城里还未回家，有什么事等他回来再说可好？两位官爷，不如去家里吃口饭，人也不在家。吃饭？吃什么饭？楚云阳连杀多人，罪大恶极。既然你说不在家，就先把这贩妇带走。连杀多人？两位官爷，你们看我相公并未在家，要不奴家做几道小菜，你们边吃边等。咦，既然小娘子开口，那我们等等也无妨。二叔，家里来了2个官差，说楚云霄犯了命案，还请二叔快去找找楚云霄，让他一定不能回家。犯了命案？难道是当铺的事情败露了？楚娃子，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二叔别着急，出什么事了？我在这要求这是骗我的份呢。当铺还是赌场？当铺一场大雨后应该没人知晓，难道是杀赌场的人留下了证据？但我也不在场证明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走，回家。回家，大侄儿，回家可不就被他们捉拿了吗？二叔，我们没有犯法，怕个锤子？难道这大夏朝就没有王法了？哟，两位官爷好，听说找小子。你就是楚云霄？正是在下。那好，我是青牛镇捕快牛二，本月初8你在哪里？这位官爷，敢问何事？小子20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守法公民，难道哪里做出了贡献，差个要带我回去量？难不成抓错了？他这副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，跟仵作说的武功高强的老辣凶手根本对不上啊！本月初8，你们村中麻台和三河赌场几人惨死山林之中，与你有无关系？初八我在后山打野猪呢，这我们全村人都可以作证。对呀，初8那日半上午野猪就被打了回来，然后一整天我们都在此地吃饭，全村并无人出村。巴金是三河赌场老板王富贵的小舅子，这绝对是赌场报复，拉我来背锅。打野猪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乖乖跟我回去，去我们头那儿去说清楚吧。事情还未问清楚，你急什么？抓错人怎么办？嘿嘿，牛哥，我姐夫可说了，此人必须得抓，你要拦我？我只是个小捕快，怎么拧得过王富贵？
原来如此，这年轻捕快是赌场老板的小舅子，他们打通了捕头，想抓我泄愤。目前不好直接动手杀官差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全村人都能给我作证，官爷还有话说。谁知道你们他娘的不是串供，穷山恶水出刁民！先跟我去见过我们捕章大人再说。牛哥，抓人啊！八戒，这好像不怎么符合规矩吧？规矩，牛哥，弄清自己的身份。走吧，得罪了。相公，不能去。放心，在家等我，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这么豪华的马车，怎么会来青牛镇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？咦，楚兄，这是去哪儿？还有2关开？这位贵人，此人乃杀人要犯，我2人正将他带回镇里审问。楚兄弟，你杀人了？杀的谁？周老板，你看我这手无缚鸡之力，哪能杀人？看周世才这气势，今日不用我亲自动手了。楚兄，你可别开玩笑，不就杀个人吗？对于你来说，杀了就杀了，人你们就不用带往镇里了，交给我吧。这位贵人，此人是杀人犯，还请不要为难在下。请问贵人如何称呼？咦，我说你这人这么没有眼力劲儿，给我掌嘴！竟然敢打公差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今天无论你是谁，在这青牛镇不让你脱层皮，我就不叫八尺。牛二，愣着干嘛？回去叫人啊！哟，这小子这么嚣张，我等你去叫人，快点！周叔，为何是耽搁？公子，这位就是我给你说的楚云霄，他似乎遇见了一点麻烦。周老板，这位公子是？楚兄，这位是我家少爷周恒。小子楚云霄，见过周公子。这年轻人气度非凡，连青云城最大言中周世才都对他如此恭敬，必定大有来头。楚兄客气，此次前来叨扰了。不是说好3月后再来吗？楚公子，我把你那宝贝拿给我家公子看，公子就迫不及待的要前来见你，冒昧了。无妨，只不过我现在毫无准备，2位此刻估计得空手而归。没事，那还请楚兄前边带路，前往你家叨扰一番。站住！在我这青牛镇打完人就想跑，你们是活够了吗？敢冲撞公子，杀无赦！哟，还杀无赦？你以为你是皇帝呀？那你上前一步试试。我上前一步能怎么的？冲撞公子，杀！我见你一直冷眼旁观，你不是一伙的。走吧，楚兄，去你家。一言不合合就当街斩杀捕快，连眼皮都不眨。这周恒的身份估计高得吓人。这位是周老板，这是周恒公子。楚兄，看不出来呀，你这房子虽然破败，但里边住的人可让哥哥羡慕。让各位见笑了，家里条件简陋，大家将就着坐一下吧。周老板，周公子，还请稍等，我去屋里拿点凳子。楚兄，你家这凳子很是新奇啊，这是什么材料做成的？这个周老板就是普通的凳子，至于材料嘛，我称它为塑料。塑料？
敢问楚兄，造价如何？造价，这是西洋的朋友赠予我的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屋里条件有限，新房子还没砌好，就委屈一下，吃个便饭。这瓶子居然是琉璃做的，这酒可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，也就是周老板的到来，我才舍得开。耶，怎么不过来坐？大家应该都饿了。来来来，咱们喝2杯。好吧，这万恶的封建社会。楚兄，这吃法我还是第一次见，可有名字？这在我们农村啊叫乱炖，也叫火锅，适合冬天吃。农村一定就是仙家居住的洞天腹地，凡人不可及。淡了点，加点盐。之前二叔跟我说，我还不相信。楚兄，这精盐真的能要多少有多少，成本如何？终于进入正题了。他妈，你二叔叫我楚兄，你也叫我楚兄，这辈分乱的。周公子，目前我还不能大量的产出，但是3个月之后，应该也差不多了。成本嘛，低到你难以想象。是周某心急了，不过楚兄，有些事情你可能不明白。我们大夏朝建国100多年，这盐也被把持了100多年，大夏子民太苦了。所以这次你一定得帮我，为了报答，所有收入我与你55分。55分吗？以后再谈。盐这生意是个好机会，我要在古代立足，必须打造自己的产业和势力。周兄，还是那句话，3月之内还在此处，到时候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也需要时间去打造工坊和招募人员。看来是周某梦撞了，毕竟这制盐之法，或许是楚兄的根本，哪能轻易几句话就能够达成合作呢？好了好了，酒都开了。咦，楚兄，这是仙酒吧？我周氏才走南闯北半辈子，都没喝过这么好的酒。楚公子，你这酒好是好，就是有点少啊。管够！楚兄，麻烦已经解决，至少以后在这青云城，应该是没人找你的麻烦了。至于那个3合赌房，也被关停。多谢周兄。周兄应该不是盐商那么简单吧？哈哈，什么事都瞒不过楚兄。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毕竟我们还没有合作。楚兄，时候不早，我们还得赶回青云城。这3个月我都会住在青云城，有任何的麻烦都可以去寻我。或许酿酒也是条好路子。玻璃这种东西刚开始能赚大钱，等市面上多起来就不值钱了，得走长线产业。常先生，没想到你这么守时，吃了吗？楚公子早就吃过了。今天带来福来，主要是看看地形，砌房子可不是简单的事情，不可马虎。常威常来福，你爹估计没少打你吧？请。常先生，我就相中了这个地方，准备在这儿建房。楚公子可谓是眼光独到，此地无论从风水或地势都尤为的好。不过嘛，还有一个问题你得考虑清楚，还请常先生明说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主要就是此地水源难以解决。从我多年经验看，此地不适合打井。搞这么一惊一乍的，我空间里有的是水管。后山那条小溪比地下水好多了。常先生，这个问题好解决，我带你来看些东西。这莫不是过水的？但这材料……常先生，我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材料，但是很好用。
我准备用这个东西去接后山的溪水，然后就能够左右解决家里用水的问题。这个具体操作还得常先生帮忙。楚公子，我父子二人今日受教了。原来这世界上还有如此聪明之人，能创造出如此新奇又好用的物件。可惜没电，不然房子建好后，我把空间里那些太阳能设备搞出来，明天洗澡就爽了。女人如何能与男子同席？妻子就是用来宠日的，就如何不能同席？虎子，我这新房明日就得开工，你到时候就叫上二叔二婶一起过来帮忙，做饭、打下手什么的。我开工前。这莫不是古代的精神小伙？王叔在家吗？楚娃子，你没事了？昨日我们去了镇上，发现没看到你，也就回来了。然后你家里似乎来了客人，我跟你二叔他们也就没去打扰。快给我说说怎么回事？嗨，没啥。看来你小子是遇见贵人了。我们到了镇上，迟迟未见你来，后来看到毒坊被封了，就也回来了。那就好，有贵人来我们马山村，那是我们马山村的福气，也是你楚娃子的福气。这番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原来老家伙赶走了一枝花，又弄了个新媳妇儿，身体真好。既然王叔比较忙，我就长话短说了。此次前来，第一嘛，肯定是恭喜王叔了。这第二，还请王叔帮忙看看，我们马山村哪儿有矿盐？矿盐？你要那玩意儿干嘛？那可不能吃啊，毒死人！王叔，没事，你就告诉我哪里有就是了。我拿那玩意儿有用。村西边，就你家旁边的荒山，不全是那玩意儿吗？此话当真？王叔，我想将那个山买下来，不知需要多少钱？你要买那个山，王叔可先跟你说好，那一个山头啥也种不出来，你可得考虑周全。放心，楚娃子，今天手续给你办齐了。原以为要去海边，没想到家门口就是金山。二叔，我想在村西边的山下盖一间工坊，你帮忙去村里找几个匠人呗。你好端端的拿着手里的钱，一辈子吃喝不愁，盖工坊干什么？你听我的就是了。只要事情成了，以后我们楚家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小家族。大侄儿，是不是官差打你了？但是我们去镇上一直没有看见你，后来听清婉说你回来了，没事吧？笑话，官差都入土了。二叔，放心，我好得很。盖工坊是为了答应了一位贵人的事情，总得给人办好吧？二叔，这是工坊的图纸和银子，这个事情就你负责了，我只要成品。你这孩子能不能不败家？盖个工坊要得了这么多钱？二叔，我相信你，你给他盖扎实了。钱少了，我这儿还有。如果有余，就先放你那儿。今晚你识字吗？原主那个老六把他当丫鬟使唤，我连他识不识字都不知道。那本100道家常菜菜谱没法教啊，估计是毒坊那顿打，我好多事情都记不起来。妻子莫怪，可苦了相公了。奴家一个农家女子，哪可能识字？没事，今晚开始我就教你识字。我见相公跑来跑去，已经很累了。再说我一个妇道人家，识字也无用。这是我偶然得来的厨房秘籍，想着给你。我以后就有吃不完的美食，所以你必须识字，才能看得懂啊。奴家一定好好学。这 EPC 总包就是舒服，啥都不用自己管。咦，楚娃子，看这架势，你真的发大财了？那可不，你看那石料，还有那上好的木头，城里建房也就如此了吧？张先生，辛苦大伙了。吃食的问题该如何解决？没事儿，楚公子，所有的事情交给我就行了。只不过那银子，看我这记性，将这事儿给忘记了。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就给我说。这是我二叔和堂哥，以后我不在这儿，任何事情常先生也可以交代他们。特么原主连李清婉家在哪儿都不知道。清婉，
我们是不是很久没回娘家看望岳父岳母了？相公，你是说要与我一起回娘家？这是干啥呢，青婉？不就是回趟娘家，干嘛又哭了？相公，我是高兴的，没想到你还能想到我父母。作为女婿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不过你也知道，我们成亲这1年多来，我就是一个十足的混蛋，所以家里的情况，还请你给说说。我是龙岩村人，父亲重男轻女又酗酒，常毒打母亲。哥哥娶亲要盖房，父亲便为了2两银子将我卖给相公，还约定绝不退还。我对父亲是没有任何的感情，唯一觉得放不下的，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。相公，你那日给了我100两，我分文未动，要不我们这次也给母亲买点衣服被褥。岳父若是那种烂人，买多少东西都解决不了问题。待别墅建好后，将岳母接过来也不迟。一切先去看看再说。没问题，那些钱你别舍不得花。相公现在有的是钱，趁着时间还早，咱们现在就出发吧，去吃中午。现在就去？可家里还在盖房子。盖房的事情不用我们操心，你去换你最好的衣服，哥带你装逼去。哼。请问相公，何为装逼？快去换衣服，你也想早点见到母亲不是？你说啥？包了？哎，这位公子，一共8两银子。8两银子，那几乎可以给一个农村家庭1年的花销。相公，要不了这么多吧？你也知道，我父亲是个那样的人。没事，我就非得这样，让他后悔之前那么对你。你听我的就是。青婉，你应该知道岳母的身材，去给她挑几身衣裳吧。放心，就给岳母大人买，其他人没有。衣服我不大方，食物什么的吃进肚子里的东西，仅仅为了装逼。那2坛子兑了科技与狠活的酒，我自己可绝不敢喝。咦，大家看，那不是李老二家女儿青婉吗？居然驾着骡车回来了！我可听说李老二那杀千刀的，2两银子就把他卖给了马山村一个败家子，可没少受苦。这是怎么？难道是被退回来了？咦，我得去李老二家看看，看李老二这回可怎么说。像我家这穷酸样子，什么时候能有驾着骡车的贵客来临？你个赔钱货，是不是给退回来了？这是姑爷吧？当初可说好了的，2两银子可不退啊！作为21世纪的有为青年，哪儿见过这么混蛋的爹？我说妹夫，这钱可真不能退，你看都变成了房子，退也退不了。这位是岳父大人吧？谁说要退了？不退，那姑爷这是……哎呀，爸，妹夫既然不是来退婚，那肯定就是来看望你啊！来，妹夫，快请屋里坐。哎呀，姑爷，快屋里坐！你看我这脑子，姑爷怎么可能退婚呢？我家青婉那么能干。娘，青婉回来看你了。啊，是青婉回来了，快给娘看看，姑爷没有打你吧？没有，娘，相公待我很好。这次也是相公要来看望您，所以我才回来。啊，很好就好，很好就好，姑爷也来了，快带我去看看。相公，这是母亲。这妇人看起来足有60多岁，瘦弱不堪。再看懒洋洋的岳父和嫂子，岳母在这个家里肯定生不如死。小婿楚云霄，见过岳母大人。这女婿对我冷淡，对老婆子却这么恭敬，看来是死丫头在耳边没少少我坏话。秦婉，我们去把东西搬下来吧，那肉放车里久了可不好。岳母，这是给你买的米和肉，你看你瘦的，也该多补补。姑爷，来就来，你买这么多肉太破费了，留着你跟青婉吃吧。
这怕不得上100斤油肉，难怪都说这女婿依旧败家。对了，岳父，快过来帮忙，这是给你买的酒，这可是在西域那儿弄回来的美酒，我搬不动。这女婿对我冷淡是冷淡了一点，但是孝心真不错。败家子儿就是败家子儿，这么多东西给李老二，还不如喂狗。难道不清楚李老二是如何待清婉的？谁说不是呢？我要是清婉，我都得拦着。你们就是眼馋，也不知道这小公子纳不纳妾。我那女子今年也16了，一会儿可得跟清婉说说。你可拉倒吧，你那女子是16没错，哼，但也得有160多斤吧？你想啥呢，马婶子？贤婿啊，难得你还记得我们，以后可得常来。常来，待处理完事情，将岳母接过去，老子撒尿都不朝这边。岳父大人，我倒是没事，只不过来不来，还不得看清婉的意思，你说对吧？妹妹啊，还是你孝顺，给娘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衣服，怎么没我们的份儿？嫂嫂啊，母亲这么辛苦，穿点好的，不正是我们做儿女的应该做的吗？贤婿啊，你这是什么法术啊？你说这个，这是朋友在海洋的另一边给我带回来的，叫香烟。这玩意儿吸进去，会让你欲仙欲死。来来来，岳父，这得吸进去，然后再吐出来。这感觉太舒坦了，我每日饮酒，图的不就是这种感觉？岳父，这玩意儿可金贵着。这一条啊，就值。姑爷，快来吃饭了，炖的羊肉汤。这个热情的镜头，怎么看都是一家人其乐融融。不过我心里清楚，这只是暂时而已。如果楚云霄没有拿来东西，那将是另外一番场面。贤婿，喝点啊！开什么玩笑？那柯基鱼狠活，算了吧。岳父大人，小婿不爱喝酒，就留给你吧。这也太香了，真不是镇上那些酒能够比的。看来这女婿是真孝顺。既然贤婿不喝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你多吃点菜。楚兄，你看我这女儿怎么样？要不你给我5两？我操，这他妈什么神仙岳父？爸，你这是干啥呀？这不就是你姑爷吗？你喝醉了。你这人不错，哪儿家人？在哪个楼的？相公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行，那就回去。岳父大人，您继续喝，小叔先走了。岳母，目前我正在起房子，你再委屈几日，待房子砌好，就把你接过去住。姑爷，你有这份心就好。相公，你真的愿意将母亲接来一起住吗？是啊，我今天也看到情况，你那父亲还真他娘的不是个人。放心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不会委屈了岳母。多养个人而已，而且岳母过来还能帮忙做个饭什么的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楚公子，再给我说说那些叫什么水电材料呗？还有，电居然能够为人所用，那雷公和电母不生气？这怎么解释？在古代，也许只有玄学才讲得清。这半个月来，常伟简直把我当神仙，天天围着我问东问西，不胜其烦。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？这气步枪打个山鸡什么的，可不要太优秀。
终于来了。这古代没有工业污染，山泉水甩后是几条街，真是个好地方。这不是村里的小寡妇顾秀芳吗？她也是个苦命人，丈夫早死，带着跛脚婆婆艰难度日，还得防着麻三那种二流子爬墙头。咦，楚娃子，家里不好好待着，跑到这儿来干啥来了？秀芳嫂子，这都入冬了，你一个人在山里做什么？这不寻思来山里采点山货补贴家用，你干啥呢？我打个路子，家里边砌房子太吵了，我寻思顺便来清静清静。秀芳嫂子，这山里可不安全，你一个女人，万一遇到野猪老虎的可怎么办？我可比不得你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这几年收成不好，不出来弄点，冬天可得要饿肚子。一个人带着老太婆，冬天没余粮怎么过？以前清婉也常跟她搭帮挖野菜，帮她一把吧。没事儿，嫂子，要是冬天不够吃，你就去找清婉，我家里有粮食呢。那感情好，据说你现在可发了大财，不仅买了骡车，还砌上了大房子。我要是天天去你家借粮，清婉指不定如何想我。想啥呢，嫂子？我楚娃儿可不是麻三那样的人，你别顾忌。那麻三怎么能跟你比？不是嫂子我吹牛，我要是想改嫁，早就嫁了。只不过要是我嫁了，我那老婆婆也就死路一条。呀，你楚娃子，你这是什么好东西？这么软和？这叫气垫床，海洋对面来的。这楚娃子跑到荒山野岭放这么软和的床垫，难道是专门在这儿等我？她长得白净又俊俏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楚娃子可真会享受，将这玩意儿搬到山里来。咋的？不带上清婉一起？你打猎就打猎，带这么个玩意儿，又不带清婉，怎么的？在这儿等着我？我特么来打个兔子，怎么就变成等你了？咦，这都被你知道了？这可不，特意准备的。楚娃子，你学坏了啊！我可听清婉说，你平时腼腆的很，是不是胆子小？这他妈绝对在挑衅我！胆小，有本事你试试。我可是过来人，要不我给你把把脉？我可是好人。小芳，玩笑可得有个限度，这地方僻静，真闹起来，反倒让人尴尬。光嘴上厉害可不算数，回头我可得跟清婉好好念叨念叨。好了，嫂子，你就别拿小弟开涮了，小弟正常的很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早点回家，一会儿清婉该着急了。秀芳嫂子，你等等。怎么，舍不得嫂子走啊？那嫂子给你看个宝贝。看来我刚才那一番逗弄见效了。想啥呢，嫂子？你之前那么帮清婉，今日带的钱不多，你先拿着去买点粮食吧，别再进山了，没有野猪。还有那些村里的男人呢，他们可都惦记着你呢。村里缠我身子的男人多了去了，但有谁能真心关切我？这3年来，我吃过太多苦了。楚娃子，这可使不得，太多了，嫂子还不起。说啥还不还的？见外了啊！过段时间我那工房估计需要人帮忙，到时候你过来，总比你伺候田地赚得多。相公在山里转悠了一圈，累了吧？快进屋吃饭。这几道菜都是清婉学的，这小菜在马山村，估计只有村长家能打牙祭。相公变好已经有些时日了，我越看越喜欢。可成亲这么久，
他从没碰过我，难道是对那种事很冷淡？我今天在山里遇见秀芳搭子了，在山上弄山货呢。两人在山里遇见，难道相公若真喜欢，我去说说啊？秀芳嫂子，她也是个苦命人，以前还帮过我不少呢。正因为她帮过我们，所以想你有空给人送点吃的，不能让人说白眼狼不是。相公怎么不去？要不我跟嫂子说说？人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你去就是了。原来相公是要名声，那我去办吧。青婉，你干啥呢？打蛋卷呢，翻来覆去的。相公是不是嫌弃青婉？这么久了都不与我。我操，这小姑娘想这儿呢。想什么呢？怎么会嫌弃你？但是这环境，等新房子砌好了，咱们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，才能尊重你。那相公你不，我听秀芳嫂子说，男人可都猴急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那奴家为你。等一等，青婉，给你看个宝贝，很甜啊！相公，大晚上了，什么宝贝？相公，累了吧？多补补。好家伙，这小妮子在哪儿听到的偏方？谢谢青婉，有你真好。这天怎么还没亮呢？我这是到哪儿了？秀芳嫂子在家吗？呀，是青婉来了，快进来坐。哎，我说你来就来呗，还拿什么东西啊？这是相公要我给嫂子送过来，感谢你之前那么帮助我们。楚公子，你说的这化粪池经过3层，那不是没有农家肥了吗？老子盖的是别墅，是来享受生活的，要那农家肥干嘛？这该怎么解释？大侄儿，工坊已经完工，你不过去看看？没错，是得去看看。那常先生，小子失陪了。虽然顶上是木梁瓦片，但这青砖厂房在马山村已经是超级大豪宅了。大侄儿，这是冯武叔，我们马山村唯一的漆匠师傅。楚娃子，你弄这么大个屋子是要干啥呀？辛苦冯武叔，这玩意儿我可有大用，暂时保密。二叔，他们的工钱结了吧？怎么算的？师傅30文，小工10文，结清了。这人力成本真是低得离谱。大家提前完成工期，我宣布，每人发500文奖金，冯武叔发1两。楚娃子靠谱，多给工钱，以后有活还得叫我。这孩子败家的毛病怎么就改不掉呢？接下来还有个活，工坊建成了，需要大家伙来干活，每天15文，包2餐饭，愿意的留下，不愿意的领钱回家。既然没人走，你们自己找人，10人一组，排好队。在你们10人里选出能够管理小组的小队长，组长每天工钱20文。但是丑话说在前头，组长不仅干活，还得监督有没有偷奸耍滑之辈，还有全组互相监督，每月投票重选。觉得胜任的一会儿来找我。人管人是最简单的，微薄权力足以让他们互相监督，末尾淘汰，保证效率。冯武叔，还得辛苦你一下，把这隔成10个一样大的房间，最后一个房间一定做结实了，我要当做库房。我说大侄儿啊，你再有钱也不能这么造的呀，这不败家吗？二叔，要想马儿跑，又不给马吃草，那哪能成呢？再说，花这点小钱，可以给你带来1万倍的收入，你就别担心了。这是建工坊剩下的，你收着。我这二叔是真老实啊，换别人早私吞了。二叔，你做什么呢？收着吧，别磨叽，我还有重要事情给你做呢。楚娃子，说吧，让我们干啥？你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将这东西挖出来，运到厂房里面去。待冯武叔把隔间做好，然后就给你们分工。每个组做每个组的事情，互不干扰，那是后话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们就带着人来挖吧。诺。矿岩提纯分4步：开采、溶水、出煮、加水、加活、星碳、纱布、过滤，再熬煮出细盐。二叔他们负责煮，最重要的第3步机器过滤交给青婉，
这核心技术绝不能外泄。工序我都说明白了，过滤机器我会用木板封死，只留侵入口。咱们分开房间干活。楚娃子，你别告诉我这是净盐！我操，你虎啊！不哼得慌，怎么什么你都吃？啊，不是盐，那是什么？是盐，但第一次做出来的，得找个小动物试试。你去找个小动物来试试，万一有毒呢？不是说狗吃盐容易毒死吗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农家剩饭剩菜也有盐，狗吃了不也好好的？这是哪儿来的狗？冯老二家的，我偷来的。怎么了？他不行？没事儿，是狗就行。这玩意儿是盐，我做出来的，所以现在如果它没死，我们就发财了。你做出来的就是山上那有毒的玩意儿？难道真有毒？等等，吃了一大把干盐，我特妈在你嘴巴里面撒把盐试试，那是可的。相公，私自做这个可是犯法的事情，要是被人抓了怎么办？要不我带你去城里转转？哪儿能呢？目前工坊离不开我，我怎么能出去呢？要不我带上秀芳嫂子去我的车间？不行，知道吗？那个地方目前我只信任你。今晚被死死捆在工坊了，我得去城里一趟。原计划3月后再找周恒，现在盐堆成山了，必须提前行动。哼，没司机赶骡车太难受，还是弄辆摩托车吧。那是什么怪物？这么飞快，难道是仙人下凡了？什么仙人？你听那玩意儿的声音，分明就是异兽！快躲着点儿！何方妖物，竟敢冲撞青云城！这玩意儿太快了，老子差点就被它咬上。官差大哥，这叫铁马，并不是怪物，而是我们农村用的交通工具。你是那个来自于农村的怪人，我不管你是什么马，先跟我去见过城主，再定夺。虽然手底有枪，但还没狂妄到在城门口杀官差。城主府这趟是非去不可了，正好见机行事。呀！他娘的，还挺烈！你快叫这铁马自己走，老子可不惯着他。官差大哥，这玩意儿只有我能骑得动它，要不你给我骑上，我跟你们走。哼，咦，你这小子想得挺美，想跑啊？
给老子抬过去，快点！威武！堂下何人？见本城主不贵，可有功名在身？小子楚云霄，农村人，并无功名。我这暴脾气！你既然没有功名，竟敢不跪，先给我打20板子再说！这法制不健全的时代，挨打就白挨了。等等，这位大人，咱们不能一言不合就打人吧？我和周世才还有周恒是好朋友，这算不算背景？你说谁？周世才和周恒啊。哎呀，老弟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。来来来，咱后堂说话。我特么，这态度转变的也太快了吧！请问老弟可叫楚云霄，农村先帝而来。这城主有健忘症啊！刚才不是告诉你名字了？他态度这么恭敬，难道周恒他们是官方的大人物？大夏朝皇帝姓周。城主，我还是喜欢你刚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，要不你恢复一下？楚公子，敢问你这次前来青云城所为何事？没啥事儿，就找周世才玩。没想到还没进城就被你的人架到这儿来了。原来是寻找二位，说来巧了，此刻他们正在住处喝茶，要不老哥我领你前去？那就请城主大人带路。不过我那些东西……啊，把这儿给忘记了。小六子，将我老弟的东西拿进来。完了，刚才还是犯人，转眼成城主老弟了。这铁马不用抬进来，给我抬到外面门口去吧，我要那袋子就行。好的，公子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还请原谅。没事，六哥你辛苦了。楚兄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？快快请进。周老板，说来话长，这或许就是缘分吧。周兄，别来无恙。你们要的东西，在家里搞了半个月，弄出来了。敢问楚兄，这是这半个月的量？这是一炷香的量，周兄可还满意？一炷香的时间，楚兄不要说笑。一炷香就有10斤左右，那我大夏子民人人吃得起精盐的愿望，指日可待。楚兄，这些成本如何？100个工人1天3两银子，支出400斤。市面上精盐500文1两，我收个30文绝对没问题。成本的话，比市面上的那些绝对要便宜，就不知周兄愿意如何定价？楚兄，实不相瞒，应该也能看得明白，我们不是单纯商贾之人。这盐由你生产，我们收购。放心，我们只在造福百姓。你看我们给多少银子，你能够接受？当然，我们绝对不会让你亏本。市面上的精盐500文1两，既然二位心怀天下，那我收个10文不过分吧？哎呀，楚兄，你真的仙人下凡来拯救我大夏子民的，就这么说定了，50文1两。我操，报低了。不过50文，老子也是日进斗金，市价1两盐，成本都要100文，看老子不卷死你们！蓝天雷，给老子滚进来！老爷有何吩咐？快，命人准备文书，我们要和楚兄签中书契。啊，书契？什么书契？你这个城主是不想当了，书契都不知道。你倒是告诉我内容啊，不然签什么？周老板，别那么心急，我既然答应了，就不会轻易反悔。几位，既然事情已经谈妥，那么就由小的做东。今日翠云楼，你我不醉不归。楚兄，
你意如何？他妈的，亏大了，吃，必须吃回本。能带朋友吗？楚兄弟还真是性情中人，要带什么朋友？翠云楼大把的朋友。随身备有捡拾干粮，何必要去街边食铺呢？你们就地取材，我自有准备。罗伊和小芳都在城里等着，不多带几个人去吃大户，怎么心理平衡？敢问楚兄，你说的捡拾为何物？街边食铺又是何处？此地从未见过。那个后面再慢慢告诉你，你们先走，我去接姑娘。两位美人儿，老夫已经观察你们许久，出来吧，待老夫传授二位双修之法，早日登顶极乐。咦，老夫纵横江湖数十载，也从未见过如此尤物，看来今日老夫必将功力大增。怎么办，小姐？此人一定就是闻名江南的采花大贼来儿，传言此人武功高强，忒为好色。不要慌，小芳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实在不行，一会儿我拖住他，你朝街上跑去报官。不，小姐，你先走，我拖住他。小姐，快跑！想跑哪有那么容易？长一张漂亮脸蛋儿，下手却如此狠毒，看老夫一会儿怎么收拾你！他妈给我放下！敢动老子的女人，嫌命长吗？哦，原来是男主人回来了，知道吗？被我赖二看上的女人，他们的小相公都死了。小子，要老夫亲自动手，还是你自己将自己捆起来？这死变态还男女通吃，10米内枪又准又快。你他妈死变态，你还男女通吃！这是什么暗器？不，暗器没有这么大力量，你这是仙人手段，你不讲武德！老子讲你妈的武德！你擅自闯入我府上，对老子女人出手的时候，怎么不讲武德？不好，蓝天烈，快带人去楚兄弟府上！这声音太熟悉了，肯定是楚云霄的仙人手段，他宅子出事了。姑爷，吓死小芳了！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好了，没事了，还好老子来得及时。我发誓，这种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出现。想好怎么死了吗？不，仙人，饶了我吧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癞蛤蟆娶青蛙，长得丑，想得美。楚兄，出什么事情了？蓝城主，此人擅闯民宅，杀了没事吧？这不是通缉已久的采花大盗赖二？此人轻功极好，居然被楚兄给抓到了。楚兄，弟妹二人无碍吧？感谢周老板关心，他俩只是受了惊吓，此刻已去休息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楚兄，蓝城主，这人杀不得。不是杀不得，是此人作恶多端，该让他游街示众，然后凌迟处死，这样未免过于便宜他了。我操，你他妈更狠！其实还有一件大案，似乎与他有关。查案是你的事，欺负我女人就得死。我小子莽撞了，请问是何大案？线索断了就再去查，将此人尸体挂于城楼，受万人痛骂。是少爷，属下并无怪罪楚兄的意思。楚兄用的可是那仙人之法。楚兄，这是那仙器。你说这就是一把匕首。楚兄称这短剑为匕首，你说是短剑，那就是短剑吧。敢问楚兄，这短剑可否卖于在下？这可是城主佩刀啊！大夏的冶铁技术是有多烂？这周恒能命令城主，绝对位高权重，教好他准没错。你们稍作休息，我去就来。
几位，既然你们都喜欢这玩意儿，我这儿还有3把宝刀，你们试试看，看能不能入得了各位的眼。此乃仙器无疑啊！这，楚兄，这3把刀无论如何都要卖给在下。卖？不卖？楚兄，我知道这让你难以割爱，要不卖一把？哈哈，逗你的，这3把刀就送给你们了，身外之物而已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看你是周兄的二叔，以后就别叫楚公了吧，乱了辈分。是老夫思虑不周，以后就称呼楚公子。奴家见过周老板，见过蓝城主，见过这位公子。2位小姐客气，刚才那赖二让2位受惊了。都怪这玩意儿办事不力，才让那赖二逍遥法外。周老板说笑了，蓝城主为我们青云城可谓是呕心沥血，这赖二行无影去无踪，怪不得城主大人。这楚云霄真是无辈楷模，夫人不仅漂亮，还识大体，比我宫里那些强多了。好了，罗伊和小芳招呼一下，我去做饭。今日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就不去什么翠云楼，在这儿吃火锅。楚兄，说好今晚是我做东，这如何使得？你要不愿意，就自行回家。少爷哪能呢？我是与少爷同进退。蓝城主，城主府的伙食看起来不怎么样啊。别提了，楚兄，我以后能经常来吃吗？只要我在，随时欢迎。来，别光顾着吃菜，喝酒啊！好酒，此酒因为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尝呢？蓝城主，他们啊，楚兄不用理会，这是他们的职责，一会儿回去再吃。在这儿混不能怠慢小鬼。烧水。小刘哥，吃饭了。咦，请问楚兄，这是何物？闻之让人食欲大增啊！这个叫做方便面，不仅好吃，还顶饿，不过就是没多大营养。公子，我们不吃饭也行，您这是干嘛呀？好了，小六哥，大家都有份儿，你身体诚实的很，吃吧。一桶泡面就收买了10几个小弟，这几人不好意思开口要啊！来，各位，人生不如意10之8九，何妨泡面配酒？好吧，你们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古代人。你放心，楚兄弟，你这宅子我派人保护起来，今日的事情肯定不会再发生。不用了，我准备带着他们俩回农村，这城市太危险。难不成楚兄不信我蓝某人？不是不信你，万一歹人趁我不在再出点事，我后悔莫及。而且跟周氏才签了合约，出货算账，需要罗伊帮忙。不是信不过，只是家里边也还有事情处理，而且你之前还说还有大案呢。你们俩在这青云城，我之前就交代你们去买几个护卫啥的，怎么不听呢？没有钱吗？相公，我2人在这儿生活，突然住进来男子，怕相公乱想，所以……老子可是现代人，思想有那么保守吗？洛伊，其实我在家里有一位妻子，你不会介意吧？相公多虑了，我与小芳2人说白了就是相公的财产，何来介意之说？脸上丝毫没有不满的表情。这让人疯狂的封建社会啊！相公，你说我们3就骑着这个回家？对啊，你可别小看它，比马车都舒服，而且还快，跟骑马一样。上来吧，坐稳了，
抱着我，我要开车了。感受着后背传来的柔软，这比送外卖痛快多了。楚公子，回去啊！有劳几位老哥，下次进城我请你们喝酒。相公，你真是神仙一般的世外高人。罗伊做梦也没想到你如此的朴素。唉，特么，要是老子没钱买你们，还朴素不？今晚你家相公回来了，骑着个怪物，还带着2个漂亮的姑娘。相公终于开窍了，懂得带姑娘回家。秀芳嫂子，知道了，我下工就回家。夫人辛苦了，再等一段时间就不用这么忙了。相公说的哪里话呢？今晚不累。这2位妹妹是？啊，这是相公的秘书罗伊，这位是小芳，第2秘书。路上就交代好了，叫我老板。这封建社会纳妾也得走程序，先这么安排着。相公，何谓秘书？这个秘书啊，就是来帮助相公的。罗姨负责工坊的财务，小芳负责我们的饮食起居。不过他们不是丫鬟下人，地位与我们一样。罗伊见过清婉姐姐。楚公子回来了，老夫对你的那个能骑的猛兽尤为感兴趣，不知可否与老夫说说？啊，你说那个不是什么猛兽，就是一个能够自己行走的座驾，跟马差不多。这老头要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就麻烦了，还是赶紧问正事。屋里3个女人，睡觉真是个大问题。常先生，不知道房子多久能够砌好？放心，楚公子，不出10日就可以入住。走。这所谓的秘书，恐怕就是相公带回来的妾室，只是无名无分，不方便说。要不然，怎么准备了这么大一张床？目前新房子还没建好，就委屈你们3人挤一下。那你呢？我连今晚4个人一起睡的心理准备都做好了，相公怎么要走？我去跟虎子哥挤几晚，刚才常先生说了，还有几日我们就可以搬家了。到时候你们每个人都选一间自己的房间。我们来倒是委屈老板了，等住上新房再好好犒劳他。就是不知清婉姐姐会不会有想法。清婉姐，你和香老板平时2人……咦，楚娃子，你大晚上不回去睡觉，来我这儿干啥？他今天又带回2个漂亮女人，居然跑来跟我睡，难道真如传言所说，他那方面不行？家里人太多，今晚跟你睡。啥？跟我睡？家里人不管了？我说楚娃子，你也长大了，家里有妻有妾，你可不能走歪路啊！他妈脑子里想什么呀？家里人多，床小挤不下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特妈是个正常男人，别废话，睡觉去。这楚娃子膨胀了，有点钱看给他飘的。楚娃子，我对你这嘴里冒烟的东西很感兴趣，能不能？不能，这玩意有毒。有毒？有毒你还吃？哼，笑话！我是谁？仙人弟子，你能吗？睡觉。我操！这二货不仅鼾声震天，还连环放毒气，这屋子简直没法当了。干嘛踢我？老子忍你很久了，要不是看你比我小，我让你回味一下小时候。胡子哥，你晚上吃的啥？黄豆啊，有什么问题？没事，胡子哥，你睡吧，我出去走走。
果然难不成给尿憋死？我一路跟着他，黑灯瞎火的，怎么突然就变出个小房子，而且还在发光？难不成他真是神仙下凡？难不成有野兽？谁鬼鬼祟祟的？楚云霄，是我。你这大冬天怎么能在这儿住呢？这荒郊野外，整个村子都睡了，难不成这娘们跟踪我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难不成也是睡不着？我看你家今夜来了客人，想叫青婉去跟我挤挤。看到你鬼鬼祟祟出来，就跟上来了。咦，这里边还挺宽敞，而且一点都不冷。这房子好。这娘们真是一言不合就胡说。我想着去跟虎子挤一挤，没想到那玩意儿又打横又放屁。这夜色好，我寻思来看看月亮，顺便露营。小芳，你这样进来就不怕引起误会？我一直记着你的帮扶，出钱送粮，还帮我安排营生，这份情我一直放在心里，所以我不怕别人怎么说。小芳，你的心意我明白，可我没法给你一个安稳的归宿。帮衬你本就是举手之劳，你不必这般放在心上。世间温婉女子不少，莫非我就入不了你的心意？难道我不够美？谁要说这还不够美，我就跟谁急。你可要想清楚，事已至此，再扭捏连坐着都看不下去了。起来了，太阳射屁股了。青婉，就你起得最早。哪有？两位妹妹估计是第一次在这山村里睡觉，睡得不踏实，起晚了点，习惯就好了。算算工钱和每月交易，对罗毅来说轻而易举。我又可以当甩手掌柜了，隐约间竟有些期待夜晚早点来临。青婉，你那个位置，要不就让秀芳嫂子去吧，你就在家好好待着就行。相公怎么突然想起了这个事情？你看你每天起早贪黑，家里总得有个女主人。家里来了2个年轻要丽的女人，我唯恐相公不喜欢我了。没想到在这个家，我依旧是女主人。好吧，相公你说了算，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真的吗？等搬了新房子，相公就给你吃糖。这间屋子不是他信任的人根本进不来，看来这几夜的温存让我获得了他的信任。楚公子，这么大的手笔，可让老夫开了眼。哈哈，这些可都是别人送予我的，目前我们大夏还没有。是啊，我瞧着新鲜，这些东西该是价值不菲。楚公子，这座椅……常先生，这叫沙发，里面有棉絮一样的填充物，坐着屁股就不会痛。原来如此，回家我一定要给自己家也打造一套。除了没有家电和钢筋混凝土，这简直和现代一模一样。辛苦了，常先生，你的技术绝对杠杠的，小子佩服。楚公子不负所望，这房子就交给你了。来，兔崽子，还回去！先生，就不要打来福了，这是我给来福的小吃食，你要再拒绝，那以后小子去青云城还怎么敢找你？大家天天在这儿干活，家里有急事都腾不出手，得搞个带薪休假制度。各位，这一段时间各位都辛苦了，所以我决定每一个月给大家休假4天。
大侄儿，什么是放假？我操，古代连放假啥意思都不知道啊！放假，也就是休沐的意思，就是说1个月里有4天你们不需要干活，该干啥干啥去。楚娃子，我们不累，你就让我们干活吧。这1个月少4天，那可就是好几10文的工钱呀！原来症结在这儿，大家都舍不得工钱。没事儿，休假的时间工钱照给。那不行，那样大家伙不是占了你楚娃子便宜了吗？不行不行！这些人真是质朴的可以，要在现代巴不得天天放假。这事情没得商量，1个月之内必须休息4天，不然你就别在这儿干。好了，明日停工，放假。大家伙儿，这楚娃子心疼大伙儿，那咱们以后干活就卖力一些，这样就不亏了楚娃子。青婉，这楚娃子不懂事儿，你也不懂事。这新房怎么说住就住？二叔，这房子不就是住的，怎么就不能住了？哎呀，我说你这个败家玩意儿，这新房落成有个入伙的仪式才能吉利。反正你们今晚不能住，待我请先生看好良辰吉日再说。二叔，我没那么多讲究，算了吧。不行，别的事情可以听你的，这件事必须得听我的。怎么说，我也是你娃的长辈。这老头太倔，不过现代社会也讲究乔迁吉日，就他去吧。一响。好嘛，我这二叔一句话，害我今晚还得睡帐篷。不过那滋味似乎还不错。我操！这些估计是村里能拿出最好的东西了。有人腰缠万贯，还想抠你吃食；有人穷的只剩泥巴，却把最好的给你。我一定要把整个马山村带动起来。楚娃子，恭喜恭喜，喜迁新居！恭喜楚娃子盖满大房子啦！感谢各位乡亲看得起我楚娃子，何德何能，让大伙这么的为我操心，在此拜谢。不过事先说好，大家都不富裕，工坊的工钱也要月底才发，所以大家的东西，楚娃子一分不收，大家都提回去吧。然后今日就在这儿，所有人都过来，我们不醉不归。起来，开始啊！请。楚娃子，我代表着马山村，谢谢你。王叔，这个村子你才是贡献最大的，我也就尽一份微薄之力而已。今晚，你给岳母收拾一间房间，让她先休息吧。母亲在2楼估计会尴尬，1楼离厨房近，她住的也自在些。母亲，没事的，相公说了，把你接来就是让你享福来了，你就安心的住在这儿。青婉，这床怎会如此的柔软？还有这被子，母亲可是享了你的福啊！青婉姐，你们早点睡吧，我与小芳也去休息了。相公，你醒了，你看，我们终于住上新房子了。我答应过她，住进新房就让她真正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。你干嘛？相公，今晚还得去工坊呢，时候不早了。傻瓜，去什么工坊？不是有秀芳嫂子在那儿看着？你睡迷糊了。今日特殊，你今儿哪儿都别去，就给我睡觉。你们这么早啊？吃了吗？
这不等着你吗？伯母还在厨房忙碌呢，说是给你煮些鸡蛋。怎么样，清完节起不了床吧？你也不知道爱惜人家。姑爷起来啦，吃早饭吧。这丈母娘真懂事，只字不提早上的动静，免去多少尴尬。二叔，给我叫20来个汉子，我有事情吩咐。楚娃子，招呼我们前来，有何需要？明亮的 LED 灯，全天候热水，除了房间太多热水供不上，简直完美。以后多拆点设备来，我要把马下村打造成大夏朝最先进的村庄。王叔，起来了，那玩意儿可当不得饭吃，你注意身体。这臭小子吓老子一跳！楚娃子，找你王叔有什么事儿啊？咦，王叔，你裤子穿反了？那个早上起太早了，都没注意。没事没事，王叔可要多注意身体，毕竟年纪大了不是？楚娃子，你这么客气干啥？咦，这酒瓶子可是琉璃的。嘘，王叔可别大声张扬。这东西不多，这是小子特地来孝敬你的。还好楚娃子提醒，这青牛镇可有土匪，要是被他们知道，那可就不好了。王叔，你是说这小小的青牛镇也有土匪？我说楚娃子，你是不是被毒坊的那些人打坏了脑子？那青牛山的三当家每年都要带人过来收份子，这事儿你不记得了？我估计也是，被他们打了一顿后，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。王叔莫见怪。青牛山有个猛虎堂，易守难攻，连官府都剿不灭。每年冬天来村里收粮食份子，算算时间也就下个月了。那小问题，今年的400斤粮食我出了。今日前来是有别的事情请教。那王叔就代表整个马山村感谢楚娃子了。你说还有什么事情？只要我王德发帮得上，那就一句话的事情。王叔，常言道，要想富，先修路。我想从马山村修一条宽敞的马路，直通官道。就用现在的路扩建，路边的田地我出钱买。这工作想劳烦王叔。这是天大的好事儿，交给我。那路边的田地不用你买，只不过楚娃子想修多宽的路？起码得有空间里的汽车能并排过，我可受够骡车颠簸了。王叔，我想法，要么不修，要修就修一条大的，起码也得3辆马车能够并排行走。你看，我们的作坊马上就要出货，到时候那么多东西，总不能全靠那颠簸的牛车。可是楚娃子，要修建这么大的一条路，花费可不小。你看这……没事儿，王叔，花费我全包，你只要组织人出力就行。有了光伏板，我家彻底告别了油灯。村里人现在都觉得我是神仙转世，但大伙儿都心照不宣。马山村有我是他们的福分。这1个月，全村人都知道工坊做情盐，但在二叔和冯老二的调教下，没人敢乱嚼舌根。楚老弟，许久不见，可想死我了！见过周老板、周公子，货已经备好，还请移步。这位是京都镇国大将军的公子方书镇方校尉，由于此次物品重大，所以特请他来押运货物。方书镇见过楚公子，见过方校尉。管你什么校尉，真动起手来，我一发子弹照样送走。公子不可！
周公子，你也不嫌薅得慌。这玩意儿，冯二叔家那大黄被我塞了一把，现在看见还怕呢。楚兄见笑了，我真是高兴的，高兴。既然没什么问题，那就过秤装车吧。楚老弟，这是10100斤，1斤16两，总共是8080两银子。这是银票，你点点。我操，1个月8000两！这老狐狸80两的零头都不抹，奸商！二叔，叫上大伙儿，今天中午停工团建。大侄，敢问这团建是什么意思？这团建嘛，就是看大家伙儿这1个月来辛苦了，做顿好吃的，肉管够，酒管够，大家放松放松。去罗伊秘书那儿拿钱，给我将青牛镇的肉都买回来，还有酒。好嘞。楚兄不仅人如神仙下凡，这对待下面的工人也是毫不吝啬。周某佩服。哪里，周兄，这要想马儿跑，又不给马吃草，那是人干的事儿吗？要想马儿跑，又不给马吃草，大夏的军士们拼死拼活，军饷却少得可怜，世家高门却如蛀虫般把持财力。楚兄这句话蕴含着治国的大道理啊！我必须找借口留在他身边多学学。楚兄，你家这凳子为何软得厉害？都不知道解释多少回了，谁让这世界没有杀伐呢？啊，这个啊，就是里面填充了柔软的布料，坐着舒服，没事，放心去做。楚兄，你那楼顶之上镶嵌的是宝玉。这是仙气，不然如何会自行发光？宝玉，我特么还夜明珠呢，跟他们的小学文化解释不清楚。你说是仙气就是仙气吧，反正它比油灯好用就是。今天那个蓝天磊如何没来？你们不带人家？他青云城那么忙，就不要管他了。楚兄，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敢问楚兄是否收徒？我愿拜楚兄为师。堂堂八皇子，未来可能继承大统的人要拜师，那楚云霄岂不是未来帝师？拜师？老子教你送外卖吗？收徒影响我拔刀的速度。什么拜师不拜师的？我真就是一个不学无术之人，此事休要再提。楚老弟，你不再考虑考虑？怎么周老板也是如此？大家都是朋友。周公子与我年纪相仿，如何能称师徒？既然不称师徒，那我们年纪相仿，结拜吧。跟疑似皇家的人结拜，这个可以有。公子不可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你还得回家跟长辈商量一下吧。你俩要管我？结拜这个可以考虑，但是你俩是怎么回事？没事没事，就是这结拜之大事，还请两位好好考虑。也对，我无所谓，你们商量。我意已决，你们就不要管我了。再说楚兄并不知道我的身份，你们这样，是不是有些让人觉得我们过于自大了？楚兄，我与你志趣相投。刚才结拜那事儿，啥？吃完再说。你不觉得这么热闹融洽的场景，如今的大夏很难一见吗？好好感受一番吧。难道他猜出了我的身份，在暗示我？的确，这般安居乐业的场景，初经以来实属罕见。楚兄，整个大夏有你这番本事之人，屈指可数，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。所以，我周恒恳请楚兄让我留在你身边，学习一段时日。这小子好学的样子还不错。虽然我也就是个外卖小哥，但也不好拒绝。我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，因为很多我也不会。如果你真的愿意在这马山村，我给你一间房，没事带你潇洒自在。多谢楚兄。王叔，你宣布开始，不然大家都不敢动筷子。楚娃子，这不应该你来说。说什么话呢，王叔？哪怕我楚娃子以后再富裕，还不都是在你的管理之下？王叔，你就别客气了。这一桌有富贵的盐商，还有高高在上的军官，楚娃子真是给足了我面子。楚兄如神仙般的人物，却对一个小小的村长礼遇有加。我们这些王公贵族，真该改变高高在上的观念了。开席！好了，各位乡亲，
大家都来这边排队，现在开始发工资。楚兄，在这大夏都是年底发工钱，为何你如此特立独行？年底发工钱，你看这马山村连年天灾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。你拖到年底才发，你让一整年这些人都饿死啊！饿死了对老子没半分好处。每日一劫太累，而且贪杯之人存不下钱，月结正好。各位，感谢这1个月的辛苦付出，在这1个月里，有几个表现很好的，所以我决定对他们进行奖励。冯武为工坊建设维护做出贡献，奖钱500文，精盐1斤。冯二、张有才带领小组超额完成任务，各奖钱500文，精盐1斤。其小组成员每人奖钱200文，精盐2两。有奖就有罚，王大友工作期间偷懒，罚钱200文。再给1个月考察，如果依旧懈怠，下月开除，永不录用。别人拿400多文，我才250，不就是干活吗？老子下个月一定当上小组长。你想好好工作，我肯定让你过上好日子，但想在我这儿偷精耍滑，我毫不留情。接下来去罗伊秘书那儿领工钱，明日放假1天。大侄儿，工人工资加奖励121两，修补材料5两，工人伙食27两，所有开支都在这儿了。这配出太便宜了，卖了8000两，含泪赚了7000多。二叔，你与二婶和虎子辛苦了。本来说好每月工钱5两，这100两算作你们3人的工钱与奖励。楚娃子，你干啥呢？你现在用钱的地方多，给我们的太多。二婶，你别拒绝，这点钱对于我来说算不得什么，但是虎子哥也不小了。回去将茅草屋拔了，建个瓦房吧，也好娶个媳妇儿不是？记住了，虎子，楚娃子在帮你呢，所以你要哪天偷懒，老子打断你的腿。特么为什么动不动就打我？好了，虎子，去叫周公子下来吃饭吧。周公子，下来吃饭了。虎子哥，稍等，我随后就来。咦，你怎么还用那玩意儿写字？多麻烦啊！没想到虎子哥还识字。啥玩意儿？我们家祖传的文盲，就我爹，还楚娃子教他好久才会算工钱呢。那虎子哥为何说这文房四宝不可用来写字？我不是说不能用，而是我看我爹用一根特别细的东西就能写。楚大叔，虎子哥说你那儿有一个小巧的笔，可否给在下看看？不就一个水性笔，先吃饭，吃完饭我送你一套。好。周兄等的难受吧？敢问楚兄，这书何用？哼。这玩意儿不是书，叫笔记本。你不是认识字吗？你们这些文人平常不是喜欢作个诗什么的，所以就送你了。谁叫你们古代都竖着写字，横着写试试？楚兄，这纸张不是我大夏的产物吧？如此光滑细腻，乃仙界产物。就我们那儿农村做的，不是什么仙界。好了，你自己慢慢研究吧，我出门转转。管他同不同意，只要我有想法就去做。开着 BJ80 飞驰在古代，这画面绝了！明天就去催王德发动工。王叔，这么早有什么吩咐？没啥事儿，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，这个马山村的道路加宽，准备今天就动工。那就有劳王叔，没想到你这么快速。那个动工是快，但是那些男女老少出工的吃食，还有采石拉石的牛车和材料，可都……那王叔，你有预算没有？大约得多少钱？我都出了。哎呀，那就太感谢楚娃子了。我大概算了一下，你先给我100两，多了我再退给你。
王叔说的哪里话呢？这是150两，不够我再添。但是路一定要修结实，留出排水沟，还有大伙儿一定要吃饱吃好。这吃饱吃好没问题，就这排水沟什么的，估计还得要你楚娃子参与啊。没问题，开工之后我去一趟，一会儿我画个图纸给冯五叔，他对这方面精通。那感情好，那叔就不打扰了，先告辞。着急啥？坐下来，吃完早饭再走。什么？马山村要修路？不是有一条路了吗？周兄，别那么大惊小怪，以后马山村会越来越好。常言道，要想富，先将路。这路的用处可大了去了。可是这原本好好的路，修那么宽，那不浪费吗？这皇家之人也没什么见识啊。那我问你，京城米价如何？20到25文一升，这有什么关系吗？南方产大米，老百姓种出上好的大米，也就10文一升顶巅。那中间这10文到15元，起码有3文以上是在运输的花费。但如果有一条可以过大车的路，直接通往京城，要想富，先用路。如果我大夏到处都通路，百姓何愁不富？冯五叔，这排水沟可一定要啊！楚娃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什么叫排水沟？妙啊！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有这排水沟和斜面，大雨天就不会积水，大大减少了冲垮泥泞的机会。我说楚娃子，你怎么就这么聪明呢？楚兄，这图可否赠送于我？周兄，既然你都住在我家，咱们就是兄弟。兄弟之间呢，没有什么好隐瞒的，要真诚。你既然想要，等冯五叔弄明白，给你又何妨？难道我的皇子身份还是瞒不过他？冯五叔，按照这样的要求，多久能够修好？楚儿，不是我吹牛，只要大家齐心，过年之前一定没有问题。路修好后，把旱地改水田种水稻，解决马山村温饱。我空间里那半个2种营业部里的现代种子，产量绝对碾压古代。不过马上要过年了，等年后再说。快回去报告三当家，这个村子又有大批货物运出。大当家，这几日那个马山村又出货了，似乎比上月还多，看来是卖了不少的钱。不仅如此，马山村还建造起了一个奇怪的房子，比城里的房子都漂亮。比上月还多，你倒是看真切了。我盯了1个多月了，谁没事朝偏僻穷村拉城里才用的石料木料？这村里肯定藏着大户。既然这样，老三，你马上带人去收个份子试试。先不要轻举妄动，我怀疑是官家的人，到时候借机找点乱子，看看他们的反应再说。放心吧，我老三什么时候坏过事儿？那马山村没有人比我了解。马山村全村不过200口人，我带20个兄弟下山，足够把他们拿捏得死死的。是。老大，都2个月了，也没见换班的过来，是不是被王爷给忘记了啊？就你他娘的废话多，叫你干嘛就干嘛就行了。你看我们在这大山上，嘴里都淡出个鸟来了。要不老大，你给我们去山下放松放松？别他娘的废话，注意盯着，要是出事，你有几个脑袋？王爷下了死命令保护工坊，出半点差错，我们这群人全得掉脑袋。冯二叔，锻炼呢？楚娃子，你怎么也起得这么早？啥叫锻炼？
也就以前经常上山打猎，久不进山，身上痒呢，所以来举举实。天天吃家养肉，哪比得上野味？冯二叔，要不哪天带我进山耍耍？楚娃子，就你这点体能，上次那野猪估计是个半残吧？再说打猎你也没有功不是？冯二叔，等等。冯二叔，你看看小子这功，如何？咦，这弓长得如此奇怪，而且又薄，去山里打个筋儿应该没问题。楚娃子，这是什么功？马山村人人都说你是神仙转世，难不成这真是那仙气？哈哈，冯二叔，你先别管他是啥功，你说这玩意儿不止打个筋儿了吧？有这滑轮复合功，别说野猪，老虎也能一箭射穿。这玩意儿比我的长弓轻多了，但这威力简直翻了几倍不止。叔可以试试吗？这真是好东西，有了它，别说筋儿了，就是老虎，叔都能让它叫爹。老虎叫你爹，你不是畜生了吗？冯二叔，其实打猎是小事，这青牛镇可是有着山匪的存在，所以我想把这弓送给你。送给我？这么贵重的宝贝，一句话就送我了？没错，冯二叔，整个马山村也就你力量最强。我们的制盐工坊是我们马山村的根本，所以小子想在村里组织这么一个小队伍，维护马山村和工坊的安全，而你就是队长的最佳人选。青牛山的土匪每年冬天来收份子，我搞出这么大动静，今年的份子肯定不好交。我有热武器，但不能天天守村子，必须建立自卫队。那没问题啊，马山村历来团结。至于你说的这个队伍，该如何做？队伍大概10多20人就行，要年轻有力、有胆量的汉子。白天工坊干活，晚上安排巡山。突发情况必须出动，当然不白干。难不成楚娃子干这个还给钱？凡是选中的人，每人每月1两银子的工钱。而冯二叔，你作为队长，每月2两，你看行吗？1月2两，闲时还能去工坊赚工钱，谁不去谁傻子。楚娃子，有这么多钱，我估计要来参加的人数可不在少数。6选人的事情就交给你，条件只有一个，必须忠诚。遇事就跑的怂货，我可不要。人数暂定20人。那个谁，快把你们的村长叫出来！我青牛山猛虎堂的爷爷们来收份子呢。哎呦，这不是三当家吗？我可是盼您老人家许久了，这么晚才来，三当家忙什么呢？咦，我说你这老小子，往年都是磨磨蹭蹭的，怎么今年如此积极？莫不是你这马山村发财了？猛虎堂来者不善啊！往年拿完就走，今天怎么磨叽起来了？难道出货和修路被看出来了？三当家说的哪里话？这么多年来，我马山村都是穷得一如既往，哪来的发财一说？哦，我可是听说你们这儿的一户人家，可是住上了城里一样的大房子。怎么，不但带我去参观参观？
楚哥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山匪来了，还要进村！风二叔，山匪来了，而且来者不善。到时你在我身后找地方躲起来，看我手势行事。这楚娃子真是神仙，刚给我仙气，山匪就来了，正好练手。哟，王叔，有客人啊！是楚娃子，这位是青牛山上猛虎堂的三当家，还不上前问好？原来是三当家，这是来收份子。王叔，我记得份子我们已经凑齐了，这是……老大，有情况，山下那些人似乎是山匪。快集合，立刻下山！哦，这位小哥就是这马山村修建新房子的贵人。我马老三今日前来，可是想与你借点钱花花。这青牛山上的生活苦啊，要不带哥哥们去你那儿坐坐？去我家坐坐？你要是知道家里那几个如花似玉的女人还不死不休，老子手里24发子弹，还怕你？既然是三当家亲自前来，怎么能够让你跑空？这10两，就当我马山村孝敬各位了。你他娘的打发叫花子呢！识相的给老子让开，并且告诉老子每月出的货物是什么，不然就只能扼让你爷爷的刀下鬼了。哟，怎么，你们这群穷山恶水的刁民还想反抗不成？杀！有埋伏，先拿下这小子！呵呵，区区山匪如此嚣张，真当我们马山村好欺负吗？太吓人了，随手出手就重创了三当家。楚娃子，你快走，哥哥帮你挡着。楚公子，这次事件是我们的疏忽，还请责罚。这位大哥言重了，大哥如何称呼？周恒将你们安排在哪里？下官唐江涛，乃周恒公子派来保护马山村的领队。平时为了不打扰大家，我们就在那儿驻扎。哪个老六安排的？驻扎在山上怎么护村？有劳江涛大哥，这周恒脑子是不是有病？将你们安排在那破地方，一定很艰苦吧？这位爷真敢说啊，那可是八皇子。周公子也是考虑到我们会打扰到大家，所以才还请楚公子理解。我说老哥，不要动不动就跪。堂堂7尺男儿，膝下有黄金。这气度，难怪能让周公子如此重视。还请公子解惑，刚才公子那一指是何法术？也就是一个小操作，大家没必要大惊小怪。什么情况？我楚娃子是那样的人吗？我虎子哥呢？怎么了，楚娃子？瞧你这副怂样子，真给马山村丢脸。去准备酒菜，今日我请大家喝酒。只要用酒肉把这些军士留在村里驻扎，马山村的安全就彻底稳了。唐大哥，走吧，今日辛苦大家了，带上弟兄们开开荤。众军也好，我是马山村的村长王德发，这一次我仅代表马山村的200口人谢过诸位。王村长、楚公子，我们有任务在身，这恐怕不妥吧？对呀，楚公子，这要是被我们周公子知道，还不得要了我们的脑袋？这树子是个聪明人，这是暗示我想喝又怕担责呢。哈哈，这位小兄弟，怕什么？就算他周恒在这儿，你们也不用怕，都放心的跟我走吧。这什么事情？
这位勇士，刚才射出的那3箭是出自勇士之手。这位军爷，勇士不敢当，那几箭确实是小人射出。隔那么远，箭箭爆头，力道和准度连军中神射手都不及。谦虚了，不知可否让在下看看你手上的弓？手枪得保密，这弓让人看看无妨。这弓竟然有如此大的力道！唐大哥，这叫复合弓，我们大夏目前还造不出来。好了，唐大哥，大伙儿都累了，快先喝点水。这破玩意儿，有机会再研究。楚娃子，过来吃饭了。楚公子，我们吃点饭就行。这酒，我说唐大哥看上去孔武有力的，怎么如此的矫情？放心吧，那帮山匪近2天不会再来。今日大伙儿都尽情的喝。猛虎堂肯定会报复，自己建队伍来不及，必须把这群职业军人留在村里常住。这酒肉攻势必须拿下他们。兄弟们，既然楚公子看得起咱们，那今日就敞开了喝。但是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言行，酒后发疯扰民者严惩不贷。唐大哥，要不就带着众将士搬下来吧。楚公子，这不会打扰到大家。还有我家公子那儿，放心吧，我会给大伙儿砌个营房，到时候不就方便了。至于周恒那儿，我去说。行，既然楚公子如此说，我再推辞，那不显得矫情。这老三去了这么久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完了，三当家折了。大当家不好，三当家估计已是凶多吉少，村里有军士驻扎。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就马山村的那几个泥腿子，怎么可能？得感谢那次行动，这地下室的收缴物资简直是冷兵器宝库，还有武器库里的步枪，但在古代，长刀和复合弓武装自卫队足够了。冯二叔，诸位，这是我能给你们提供的武器，复合弓归冯二叔分配，长刀每人1把，这武器只准你们自己使用，切不可外借他人。以大夏的冶炼技术，这些现代刀具全是神兵利器，被人卖了可找不回来。放心吧，马山村的汉子可没有怂货。对，楚娃子，你就安心带着大家赚钱，安全就交给我们。猛虎堂底细不明，年关将近必来报复。村里有20军士加20自卫队，小股土匪不足为惧。真要倾巢出动，老子就用自动火箭超度他们。楚娃子，今日这道路进行最后的收尾，就算是完成了，大伙儿都要求你去看看。上来。楚娃子，一会儿我走回去吧，这玩意儿吓人。哈哈，看不出冯五叔手上的活那么好，胆子怎如此小？看啥呢你们？楚娃子，你这猛兽似乎比你那铁马还要厉害，大伙还以为是我马山村来怪物了呢。哈哈，这也是铁马，只不过是大铁马。大家不要围着了，来几个人给我搭把手。相公，这是何物？哈哈，秦婉、罗姨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哥带你们兜风去。老板真是神仙下凡，这铁马可好得很，比马车的快还更舒服。相公，你慢点，太快了，秦婉受不了。瞧你这点胆子，我开车技术可厉害的很，放心吧。这不叫铁马，这叫车，跟马车、骡车一样，只不过结构不同而已罢了。好了，回去吃饭吧，等有空了
我教你们开车。相公，你是说我们也能驾驭这个车吗？楚伢子，我代表整个马山川，谢过了。修条路而已，等老子装上太阳能路灯，不得惊掉你们下巴？啊！下雪了！大伙快起来，下雪了！走走走，穿上衣服，我们打雪仗去。昨晚听相公规划了一夜的村庄建设，这会儿一点精神都没有，真不知道这男人是什么做的，精力如此旺盛。他娘的，那个昨日说会观天象的，给老子出来，看老子不打烂你的罗盘！昨天半夜下山想搞突袭，谁知道走到半路天降大雪，小弟们全靠腿走，这得转到半上午才能到马山村，进退两难，只能硬着头皮走。老大他们怎么还不来？再不来就得青天白日里硬干了。楚娃子，山匪来了，大约有110号人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别着急，冯二叔、唐大哥，看清楚了，是110号人。到哪儿了？我手下那小子来报，估计还有不到小半个时辰就能到达村里面。楚公子，这是一场硬仗，如果能够有楚公子那精良的兵器，唐大哥保命的武器我也不多，打完仗还得还我。没问题，楚公子，等杀了山匪，我如数奉上。黄二叔，你和虎子哥先带人去埋伏，我随后就到。唐大哥，你们负责正面抗敌，没问题吧？冯二叔、唐大哥，你们先躲进草丛中，我先来会会他们。盯梢的那小子呢？不会他娘的跑了吧？这冰天雪地的！朋友，何故阻挡我等？拦你们了吗？请问是不是青牛山的好汉？朋友，知道我们是青牛山的人，还敢阻拦？你是嫌自己命长了吗？青牛山来我马山村有何贵干？哼，好，既然是马山村的人，那我问你，前些时日我们3当家前来收份子，人呢？这小子有恃无恐，难道有埋伏？可是打探过了，村里最多20个军士和一群庄稼汉，我身后上百兄弟，一人一口唾沫也淹死他们。3当家是不是那个马老三？既然他敢打老子的主意，那就做好死的准备，包括你们也不例外。好大的口气！有本事下来说话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何方神圣！我特妈是你爸爸！小子狂妄！兄弟们，给我冲，捉拿此人！弟兄们，随我杀敌！怎么样，冯二叔、唐大哥，这种战斗过瘾不？楚公子，您这一手绝技天下无敌了。哥哥上过无数战场，就你这神乎其技的手段，称之为战神也不为过。不知青牛山还有多少人？官府何不趁此机会端掉这颗毒瘤？对啊，趁你病要你命！来人，随我去城主府。好了，唐大哥，2条腿哪能有我快？上车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楚公子，你是说我也能骑你这钢铁巨兽？这怪人之前骑2轮怪物，现在直接整了个4轮跑得飞快的大铁壳子，惹不起，惹不起！蓝城主又来打扰。楚公子大驾光临，快里边请。我们就不进去了。青牛山的山匪100多人围攻我马山村，已经全部被杀。我想着不如请蓝城主组织兵力，一举将其铲除。什么？被杀了100多人！快组织队伍，趁他病要他命！他娘的，忍他妈很久了。猛虎堂老巢满打满算也就200来号人，扣除老弱妇娆，可战之兵就180。现在被楚云霄灭了100，只剩80人，这惊天功劳我捡定了。蓝城主，我插句嘴，青牛山上到底有多少山匪？防御怎么样？上传的情报影响。我操！
加上被我提前灭掉的三当家那20号人，山上最多也就60人，这还摇什么官兵？我自己就能端了襁褓库。城主慢慢摇人，我们先走一步。楚公子，不等他们集合队伍了吗？这么着急忙慌的。唐大哥，你想不想发财？想不想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？楚公子说笑了，谁不想发财呢？不过这白富美是啥？现在青牛山上只剩下60来号人，100多都杀过。有我那神乎其技的手法，端掉他们有没有问题？那我们还等个毛县城主府的府兵自己打上去发财就是了。啊！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这山匪盘踞多年，楚公子还请开快点儿！冯二叔、虎子，给我选20个好手，跟我上车。射不射？特么，你等啥呢？不射留着过年，但是不要射头。既然不能反抗，就好好享受吧。说，猛虎堂在哪儿？不然，这辈子你只能进宫而去。我他妈倒是想说，你们不让我开口啊！各位好汉，不要杀我！我只是一个小喽啰。你们要去猛虎堂，就在这山顶，在这条路的前面，还有一条路，再朝前面走2步就是了。特么怂货，这么就尿了？一言不合就割喉，这楚公子手段狠辣，绝不可为敌。这就是土匪窝。这城主的府兵也太无能了吧！背后悬崖，正面一条小路，但现在过年防备松懈，大当家又被我宰了，简直是一座不设防的空城。兄弟们，给我冲！发财去！说吧，库房在哪儿？一共白银1万多两，黄金35两，粮食大约有7、8千斤。这群王八蛋抢了多少大户？金银全收进空间，但得留个1000两给唐江涛交差。粮食靠手摸进空间太慢，能收多少是多少。那俘虏已经成了虎子的刀下鬼了。虎子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唐大哥快进来，我们发财了！楚公子，这些东西按大夏律法得整理清楚，上交国库。我们可谓是立了大功。这货也太轴了，功劳能当饭吃？唐大哥呀，今年30多了吧？娶妻了吗？我说你特么一个老单身，要毛片的功劳啊！你上报上去，蓝天磊那老小子顶多给你发个桶。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不为身后的弟兄们考虑。谁不想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？就你特么的清高！拿着这个钥匙和银子下山，把银子摆上车，在那等我。唐大哥，这些人怎么处理？要不杀了？军爷，我们错了，饶命啊！对啊，军爷，我们再也不做山匪，您就饶了我们吧。好了，别他妈的吵了。唐大哥，青云城对剿匪有什么政策没有？楚公子，你难道不知？我他妈连大夏律法长啥样都没见过，我知道个屁！青云城有令，杀匪1人赏银1两，捉匪1人赏银2两。我操，他妈这又杀掉了100多两银子！
看来还是楚兄神速。你看，没我们什么事儿了。谢过大家。蓝城主言重了，斩妖除魔乃是我正派人士的分内之事。听说还有60来人，你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。知道留点粮食，不过这银子嘛，真是1两都没有。太感谢诸位，对于诸位毫不贪婪的行为，我深感欣慰。马山村口还有100左右山匪尸体，还请派人前往处理，顺便将那赏银一并带去。特么你就缺这点钱，老子跑上来就得一堆破粮食。楚伢子，我代表整个马山庄再次谢过了。哎呀，王叔，你喝醉了，以后可别这样。今日歼灭山匪，这些是战利品，大家伙分了。唐大哥，来说说战绩。此次出战，共歼灭山匪151名，活捉7人，我方伤2人，无阵亡。唐江涛分银100两，冯二分50两，虎子40两，其余参战兄弟每人30两。现在分钱。谢公子，这钱你们赚得开心，老子空间里吞了1万两白银加几10两黄金，更开心。交付真是古代最赚钱的行当。唐军爷，感谢诸位为青牛镇除掉心头大患，干！马上过年了，今晚跟了我这么久，还没去过城里，明天带他去消费消费。今晚别忙活了，我带你去看点东西。哪来的这么多银子？这段时间赚的。你现在可是大户人家的夫人，明天我带你进城逛逛。进城？我就是一个农家女子，会不会给相公丢脸？别胡思乱想，你有自信点，咱有钱，想买啥就买啥，钱是王八蛋，花完再去赚。相公，青婉真是个好女人。辛苦了，老哥。公子客气了，来青云城找城主。相公，这青云城如此之大，人也如此之多。今晚不必如此，你可是拥有许多银子的大户人家。走。楚公子，贵客光临，陶某有事远迎，快里边请。陶掌柜，这气色比之前好了不少啊。伟哥吃多了不是该虚脱吗？这老小子怎么反而红光满面了？这得多谢楚公子，你那仙丹可真让我年轻10岁不止。陶掌柜，这丹药虽好，你也得坚持锻炼，多动动，别老躺着。这位是我夫人，马上过年，来给她挑几身衣裳。夫人来我小店，那是陶某的荣幸。说什么买呢？来人，带夫人去里间随便挑。知道你需要，价格还是以前那样，一会儿从衣服钱里扣就是。感谢神医赐药，不用扣钱，衣服全送夫人。陶某这就去给您包好。客官里面请，请问几位，雅间还是大堂？2位，雅间。少爷，我刚碰见个绝色仙子，一个小白脸带着呢，要不我去将她弄过来。此话当真？但是别闹出人命，不然家父那里可不好交代。把你们酒楼的招牌菜都给我来一遍，酒就算了，我自己有。公子，敢问这酒何处可购？去上菜，不该问的别问。今晚，这些年来你辛苦了，相公敬你一杯。相公，谢谢你。咱们俩何须客气，
今晚不必如此，快吃菜。小娘子，吃饭呢，一个人多寂寞，不如去哥哥那一桌，还会躲，我喜欢。你他妈瞎呀！没看见老子在这儿？没发现这儿还有个人，给老子拖出去打死！这么敢听我们少爷的人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他妈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打扰老子吃饭？以为是个软柿子，想抢来献给蓝公子换前程，没想到这人一言不合就用仙法杀人。相公，我们快走吧。杀完人就想走，真当我大夏的律法是宝赦吗？难道大夏的律法规定，可以青天白日强抢民女？在这青云城，什么时候一个富家子弟就能够跟我讲律法了？哦，这么说来，这青云城是你家开的，那你想如何？老子枪在手，何况还认识蓝天磊，真不怕你这富二代。我想如何？第一，乖乖的跟我去见官，这范妇就交给我单独审。你特妈癞蛤蟆娶青蛙，长得丑想得美，你有什么资格？哎，看着秀秀兮兮的公子与姑娘，惹谁不好，偏偏惹了这位。是啊，可惜那仙子般的姑娘了，要是落在这群人手里，小子，可能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？记好喽，我叫蓝鹏云。蓝鹏云，跟蓝天磊那老小子长得还真有点相像，8成是亲儿子。要不是看在蓝天磊面子上，早一枪在你大腿上开个洞了。你姓蓝，蓝天磊是你的谁？还敢直言家父的名字，小子你胆子还真不小啊！既然你是蓝天磊的儿子，那今天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。你带着你这些鸡零狗碎走吧。小子，唬我呢！整个青云城谁不认识家父？你给我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既然你爹不管你，叔叔管管你，滚！蓝公子，不要冲动，此人有古怪。相公可是杀人了，此时不走，等着官兵来抓吗？这种破事儿必须一次性解决。等官兵来，我倒要看看蓝天业怎么收拾这残局。大公子，是谁让您生气了？您给小我说，小的给您出气。杀人犯就在里面，快点儿！大胆人犯，还不束手！我的活祖宗，怎么是大公子冲撞了这位煞星？哟，六哥，进来喝一杯啊！哎呀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？快去请城主啊！这场面我怎么控制得住？我说老六，你磨磨唧唧干啥呢？快点将人抓回去啊！那女的给老子留下！在这青云城，那败家子自己处理就好了，何必来烦我？哼，我就该建个小号，把这惹是生非的大号注销了。小六子这人机灵，他说请您过去，那肯定就是惹了大麻烦了。那大铁壳子不是楚公子的吗？这败家子儿不会惹到这位活祖宗了吧？快走，快点！爹，你可算来了！您儿子被人欺负了，快将他们抓起来！男的赶走，女的给我留着！特么时运不济，想什么来什么呀！还好儿子还好好的，这可是带着40人屠了整个青牛山的主，八皇子和王爷的座上客。楚兄，没想到你在这儿用餐，真是缘分呐！蓝城主怎么也有此雅兴？来来来，喝一杯再说。肯定是那败家子儿看上了人家夫人，见色起意。原以为能拿捏别人，没想到踢到铁板了。楚兄，这位是……哦，忘记给你们介绍了，这位是我夫人李清婉，这位是青云城城主蓝天磊。今晚见过蓝城主。相公到底何方神圣，连青云城的城主都如此熟悉，难怪刚才面对那蓝鹏云如此有恃无恐。犬子管教无方，都被他娘给宠坏了，还请楚兄和弟香原谅。刘蓝城主啊，这孩子啊，就是不打不成才，得教育。是，
对，不打不成才。要不请二仙一步去城主府坐坐，也好帮帮教管家那败家子儿。给老子站那儿！完了，这下踢铁板了，一顿毒打少不了，搞不好这个月的利钱也没了。楚兄、楚夫人，这些小崽子冲撞了夫人，你看怎么惩罚？蓝城主这是干啥呢？再打不得把蓝公子给打坏了？楚叔婶子，彭云错了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彭云时常听家父提起您的大名，怎奈一直没机会见面。估计是昨晚去青楼，呸，在书房学习了一夜，眼睛迷糊，这才惹到了你啊。楚叔，婶子，我们错了。蓝城主，我看就算了吧，再打下去真打坏了。既然楚兄和楚夫人原谅你们，那就不打了吧。但是你们几个回去叫你们父亲来城主府一趟。楚叔，彭云错了，您看这打也打了，我可以下去治伤了吗？好了，你婶子不生气了，这都是误会，你先下去吧，给她用上，不出意外，明日就能下床走动。楚兄，我见你那琉璃杯，还有那像雪一样的酒，可是好东西啊！你说那葡萄酒啊，我手上也不多，不然就让点给你。老爷，门外刚才那些公子们的家主求见。来的倒挺快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拜见蓝城主。这两位就是楚公子和楚夫人吧？我等犬子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二位，故特地略备薄礼，前来聊表歉意。楚兄，既然大伙前来赔礼道歉，这礼物就收下吧。既然蓝城主都这么说，而且我夫人也仅仅是受了点惊吓而已，所以这件事就过去了。各位都是大富大贵的人家，我楚云霄虽然小门小户，但也不是随意能够拿捏的人。这次就算了，如有下次，犹如此纲。楚公子，我等再不敢让这样的事情有下次。放心，我等可以用性命担保。城主大人，敢问这位楚公子，也就你们清高，你以为楚公子看不出你们眼中的不屑？这就告诉你们，楚公子与上面那位交情可不浅呐。好了，水缸你们赔啊，都回去吧。相公，这是……好了，别惊讶，这里也是你的家，我之前买下来的。罗伊和小芳以前就住在这儿吧？是啊，他们以前住在这儿，但是不怎么安全，所以就带回马山村。手里的物资足够我在这古代社会躺平了，可作为一个现代人，有时候总感觉和这闹市格格不入。啊！给我往死里打！那小伙子怎么越看越眼熟？不正是那个带我买房子的二狗子？干嘛呢？这大过年的，再打就打坏了。这位公子，还劝你不要多管闲事。这小子欠我们的钱，赖着不还，打死都不足惜。公子救我！再不救我，我就要被他们打死了！说一个让我救你的理由。我是个小混混，公子爷凭什么救我？
起码得挑现自己的价值。公子，你救我！二狗子以后跟在你身边，做牛做马。这位公子，你别听他花言巧语，这就是一个十足的小混蛋。说吧，他为什么欠你们钱？欠了多少？10两银子，足足10两银子，这可是我们的血汗钱。10两银子就把人往死里打，这不是我带他买房的公子爷吗？有救了！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这群采药人也太实诚了，药材被黑吃黑抢了，二狗子想两头吃回扣，结果被坑了。看在帮我买房的份上，帮他一把。好了，这事情你们双方都没有错，这10两银子就当我结个善缘，大伙儿回家过年吧。公子，你真的愿意把钱给我们？恩人，感谢您的帮忙，不然二狗子我今日就得死在他们手上。上次买这房子也有几10两银子吧？看你穿的这个样子，怎么，银子送去青楼了？恩人，我有我的苦衷，那些银子早就花完了，但是我绝对没去那些地方。他瘦小枯干，不像是去青楼的人，几10两足够普通人花几年。这小子有秘密。好了，我也不会白白帮你，我这宅子以后你可得给我看好了，不要让宵小之辈进去，花10两雇个人看家，划算。放心吧，恩人，只要我二狗子活着，就不会让那些人踏进这座院子半步。狗子哥，打你的那些人呢？你没事吧？好了，回家再说，免得冲撞了贵人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跟去看看。怎么的？这大过年的，你们还要来抓人，还让不让我们活了？这位老哥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没事抓人干嘛？哼，不来抓人，难道你来玩？你们富贵人家怎可能接近我们这些贱民？仇富心态很重啊，不能硬来。我是来找一个叫二狗子的小伙，还请老哥放下武器再说。二狗子他又惹祸了，我就知道这个兔崽子没事就跑出去惹祸。这会儿好了，被人找上门了，我们带你去他家吧，但是还请留他一命。恩人，您怎么来了？二狗子，他们是……恩人，快些出去，一会儿污了您的眼睛。二狗子，你管好老五老九，没事就在我家门前拉屎，怎的还给我沤肥呢？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我不信你爹娘那么能生。恩人，他们都是灾年逃荒留下的孤儿，父母死在半路，我15岁前也是个老乞丐养大的，所以动了恻隐之心。但现在20多张嘴，我赚的钱早花光了，这个冬天估计熬不过去了。原来如此，现代电影里大佬收养孤儿，培养杀手。我如果有一支完全忠诚的秘密队伍，以后在封建社会暗中行事就方便多了。雪家送炭，远胜锦上添花。你想让我帮你吗？恩人愿意帮他们。你家以前是做什么的？为什么有仇家杀害你的父母？镖局，从我太爷爷那一辈开始就一直开镖局，不料得罪了主家，惨遭灭门。同行啊，送外卖和押镖性质差不多。镖局，那你不会功夫？那刚才那些山民为什么追着你打？会，同样大小，4、5个不成问题。我害人丢了钱，我爹说了，挨打是应该的，我不能还手。有原则，有爱心，是个可造之才。好，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跟你的弟弟妹妹们商量，留在这儿还是跟我走。但事先说好，跟我走，那就必须忠诚于我。我虽不在乎这点钱，但是不养闲人，更不养白眼狼。晚上你去宅子找我。恩人，二狗子到了。想好了，跟着我。没错，如果恩人愿意收留，那以后二狗子就是你的人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只管恩人一句吩咐。这朱门酒肉咒的世界，没人管我们的死活。为了让大家活下去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恩人，不，我不仅仅需要你的忠诚，需要的是你们一群人的忠诚，明白吗？恩人，我就是代表我们27人而来，誓死对您永远效忠。起来吧，明日中午之前找一个偏僻院子，能把你们全部安定下来。
你为何不敲门？大白天，我担心外人看见。这宅子多少银子？130两。这么大宅子这么便宜，绝对有诈。这家人曾经20多口被仇家所杀，然后就被安上了凶宅和闹鬼。那你们为何敢住在这儿？要是没有恩人，我们都会死，死都不怕，如何会怕鬼呢？好了，记住你的选择。安静，大家看清楚了，这位就是你们的恩人，从此以后他就是你们的干爹。特么老子什么时候说我要做他们的干爹了？好了，别听二狗子瞎说，我姓楚，你们以后就叫我楚公子。都起来吧，在我面前站好。你们里面有识字的吗？草率了，饭都吃不饱，哪有钱识字？取名字太头疼了，只能用最简单的办法。二狗子，你过来，将他们的名字、年龄都记录下来。二狗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请恩人赐名。好吧，从此以后你叫楚一，其他的按着顺序而下，懂了吗？都起来！既然大家都跟了我，从今日起你们就都是楚家帮的一员。那我也说说我的规矩：第一，在我面前不需要下跪；第二，以后都叫我公子，不许叫干爹，不许叫恩人；第三，我会给你们好的生活，但是你们也有你们的任务。即日起，跟着楚一学识字，学武功。这是50两银子，足够你们置办衣服和生活所需。等过年之后，我再来看你们。公子放心，我一定教导好他们。初2、初3、初4，跟我出去买东西，其他人继续打扫卫生。蓝城主，过年好啊！过年好，过年好！楚老弟还回村。蓝城主，一点心意。这琉璃杯皇宫都没有，往上一递我还能升官？楚兄客气了，你看这么贵重的物品，老哥如何受得起？这老狐狸装什么装？我都想收回来了。蓝城主，我一介平民，能够坐上你这城主府的椅子，相识就是缘分，切莫客气。叫什么城主？叫哥！你我之间何须多言？以后你的事儿就是为兄的事。楚叔，婶子好。起来吧，贤侄，正月去马上村拜年，叔给你封红包。这位妹妹生得好生水灵，真让姐姐们羡慕。快与我等说说，你是如何保养？我说老哥，这7位夫人，你这身体挺好啊。哎，别提了，老弟，人呐，不服老不行，不说也罢。老哥，我有一物加一法，可让老哥恢复往日精气神。小弟再传你2套术法，保管老哥通体舒畅，浑身有劲儿。青婉妹妹，你这是天生体香还是香囊啊？大夫人，我这娘子身上其实是喷了香水，所以才如此的香气迷人。楚贤弟，何为香水？要不是结发期，早把这死胖子休了。这香水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一种仙水，它能够让人的身体持久留香。贤弟，你这作价多少？能否卖给老哥？有贤弟的神水，我还怕你们？不过大夫人，你那恶心的眼神是怎么回事？老哥见外了，区100-200两一瓶，但是小弟又怎会收你的钱？各位嫂子，小小礼物不成敬意。200两一瓶，这一送就是1000多两，这兄弟真特么大气。看这架势，大年初一蓝天泪早起是不可能了。一会儿得跟他说说，神药虽好不兴多用啊。
不然明天听到城主升天就玩大了。肉大块一点啊，别小气，使劲造。那个谁，水开了，还不给老子端下去？好嘞！去年今日，大家在寒风里吃糠咽菜，冷清的只有大黄好两嗓子。再看今年，到处是肉香，孩子们还有棒棒糖吃。楚娃子真是神仙转世，短短几个月就让全村有粮吃有衣穿。你去村口接一接楚娃子，怎还未回来？好嘞，王叔。虎子哥扛着刀去哪儿呢？打老虎？这不大家担心你俩，寻思出去赢赢。看到这热火朝天的一幕，真特么自豪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啊！王叔，久等了，去城主府吃的晌饭，回来晚了。回来就好，快去歇歇，一会儿开席。开席喽！这第一杯酒，大伙儿敬楚娃子，感谢你为马山村所做的一切。敬楚娃儿！这是神迹！一阵臭臭。神迹就神迹吧，懒得解释。相公，你真是神仙下凡吗？我是你相公。无论他是谁，从哪儿来，他都是我的相公。行了，老哥几个，回去睡觉喽。明年，那就建个新轮村玩玩吧。楚娃子，新年好啊！娃子，我们来给您拜年了。怎这么客气？应该是我去给你拜年才是。这让我想起了现代社会说农村的童年，还没有被关在100多平的钢筋笼子里时，初一就是这么热闹。楚娃子，我这就不好意思拿红包了吧？王叔说的啥话呢？新年第一天，祝你啊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王叔，有一个想法跟你商量商量。第一次商量办了工坊，第二次修了路，这第三次不知是啥天大的好事儿。有什么你就说，只要是你王叔做得到的，你吩咐一声就是。王叔，你看看我们现在的马山村如何？马山村很好啊，大家不用饿肚子去逃荒，每日有活干，有钱拿，还安全。这青牛镇没哪个村子比得上。王叔啊，你要把问题再看深一点，难道你就满足于不饿肚子？所以我有一个想法，让马山村成为真正富裕的村子，家家住上砖瓦房，有吃不完的粮食，孩童有私塾，病了有良医。所以这就是我要给王叔你商量的事情。我想把马山村打造成大夏第一个新农村。何为新农村？这个新农村就是我刚才所说，人人有房住，人人有饭吃，孩童有私塾，病者有良医。首先第一步就从房屋开始，将每家的茅草房变成砖瓦房，但是要集中在一个地方。楚娃子，这每户砖瓦房这得多少银子？虽然说现在大家告别了饿肚子，但是手里毕竟还没有余钱。王叔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砖瓦我出，但是木料和人工自己解决。楚娃子，你可想好了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虽然王叔打心底感激你，但是你又何必呢？何必？把马山村打造成铁桶一块，大伙儿感激我，以后谁想对我使坏，全村都不答应。结合青云城那帮孤儿，我就可以彻底摆烂了。王叔，家父一直都教育我，马山村是我的根。现在我有点钱，为马山村做点事，应该的。好，好，好，看来楚秀才记得乡亲们的好呢，这是派你来报恩来了。王叔代表整个马山村感谢你了。王叔，要做成这一件事，还需要你的帮忙。你看见前面的这片地了吗？我准备将50多座砖瓦房都建设在这前面，所以大伙儿的思想工作就需要你帮忙了。
楚娃子，你这说的真的能够成真？3日之后吧，我画一个马山村建设的草图，然后你和房武叔过来，我们细说该怎么建设。楚娃子，我听德发说了你的想法，你吩咐，你说怎么干，我就怎么干。叔叔、冯武叔，你们过来看。马山村四面环山，中间溪流穿过，最下边做水田，北面梯田，东面旱地。南边是居住区，以我这房子为中心，建50多栋砖瓦房。村口筑水坝，山上修围墙防野兽，工坊旁边扩建厂房，大槐树旁建学堂。楚娃子，这是你画的？是啊，冯武叔，你看看怎么样？这就是我的想法，但是具体的实施就得靠你了。这规划图要是建成了，别说青云城，整个大夏朝都是独一份的现代化农村。罗姨，以后所有建设的钱，都从你这儿走账。楚娃子放心，钱是你出的，谁敢在里面捞油水，我王德发第一个不答应。建新村需要海量资金，卖点什么好呢？刀枪太显眼，玻璃去年卖过了。金银玉器啊，古代人爱玉，现代的基调工艺绝对能镇住他们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不可能所有的物资都穿过来了，就这玩意儿过不来吧？有问题，绝对有问题！等等，难不成这空间把玉器给吃了？空间需要玉器维持，还是吸收玉器能升级？必须试一试。掌柜的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一个怪异的车。你这小子做什么都是这么毛毛骚骚。哼，老夫什么车没见过，大惊小怪。朱掌柜，新年好啊，出来搞钱了。蓝色琉璃，上次他拿来的马踏飞燕让我得了加重重伤，这次居然拿了2个，无论多大代价都得拿下。楚公子，这2尊你真愿意出手？我说朱掌柜，我要不出手，还拿你这儿来干啥？炫耀吗？快点开价吧，后续我还有事情。好，既然楚公子如此说了，那我就给个实价，这2尊一起10万两。我操，马踏飞燕才3万，带颜色的直接飙到10万，古代玉石这么便宜，这差价赚翻了。楚公子，价格好商量，可别走啊！朱掌柜，我是带着诚意而来，你就这么敷衍我？难不成你以为除了你金圣，我就卖不出去了？这样，楚公子，13万两，这是我能给到的最大限度。朱掌柜，你这儿有没有那种玉石、原石？原来楚公子需要玉石，自家商行就有一个玉石矿，那13万再加30斤原石，如此可好？好，难得朱掌柜这么好的诚意，那就成交。楚公子留步，敢问你这车？你说这呀，这叫面包车，跟马车差不多，但舒服一些，快一些。这铁壳子居然能自己跑，这楚公子莫不是神仙转世？得让总部好好查查，看看能不能拉拢。看来这是吸收了精华。难道是猜错了？还是玉石数量不够？咦，公子去而复返，不知有何指示？掌柜，你这玉石原石还有多少？我全要了，你看多少银子？全要，这可是大买卖。公子，本店约莫还有300-400斤存货，那起码得再来2个刚才的摆件。这老小子狮子大开口啊！30斤当个天头，300-400斤就要我2件琉璃。说吧，这玩意儿就此一件，你应该知道它代表什么。1000斤不议价。七彩凤凰，龙凤可是皇家象征，要是献给皇上，我朱家就飞黄腾达了。1000斤原石算什么？成交。
不知楚公子，这些原石运往何处？来吧，上车，所有的他的尽快给我筹集。老子以后有用不完的物资了！玉石能等价交换商场物资。第一，玉石能刷新物资；第二，交换需要时间。可是第三，我刚穿越时，专柜里那些消失的玉石，到底换成了什么呢？估计是我带出了什么没记录的东西，空间吸收玉石填补了空缺吧。管他呢，无限物资，无限子弹，玻璃换玉，玉换万物，这不要太爽！图一，开门！干爹来了！干爹来了！他妈，老子说了不是你们的爹！你们的楚一哥哥呢？楚一哥哥买粮食去了，还没回来。你们这几天乖不乖？有没有学习？干爹，我们学的可好了，我都能够写自己的名字了。干爹，你看看我。楚公子，您怎么来了？没事儿，就来看看你们。还有，给你带来了一些东西，这叫面包，我现在放在你们楚一哥哥那儿，以后表现好的就可以得到这个奖励。你现在教他们习武，有压力吗？公子，目前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随着他们长大，以后我估计就教不下了。哦，那你知道这青云城有什么好的武林高手之类的人吗？公子，高手有，但是那些人平日里都高高在上，难以接触，更别说叫他们收徒了。据我所知，青云城最厉害的高手就是城北卧虎山上的清玄道人，据说已经达到了9品高手的境界。9品高手？大夏朝武力分10品，这清玄道人不仅实力极高，还嗜酒如病。空间里的高度酒随便拿一瓶就能秒杀这个时代，必须会他，收拢这个保镖。没事，你只要告诉我哪里有就行，其他的交给我。这位道长，请问清玄道长在何处啊？这位施主，清玄师叔正在闭关，暂不见客，请回吧。老子刚在功德箱里扔了100两，你想让我白花？这位道长，我有重要的事情与清玄道长说，你看能否为我传达一声？这位施主，清玄师叔此刻应该在后山练剑，嫌少是吧？如施主能找到后山的小路，应该有此机缘。施主，请随我来。这小道士没少拿清玄道人当摇钱树啊！哼，业务熟练得很。请问是清玄道长当前？这就是传说中的9品高手？莫不是个酒蒙子吧？不理我是吧？哼！你是哪家的败家仔？如此好酒，怎能由你糟蹋？这身法绝了，要是他一剑抹了我，上哪说理去？我操，你是鬼啊！1瓶酒而已，犯得着拿架着老子吗？这可是53度的纯良酿啊，这么灌不怕烧死？你是何人？为何有如此好酒？还有，找老子何事？道士不都自称贫道吗？一口一个老子，比我还野。酒蒙子，呸！清玄道长，楚某此番前来就是送酒而来，并无他事。好生说话，明明就是粗野之人，文绉绉的样，真他娘的恶心。说吧，想让老子干啥？酒蒙子，听说你是9品高手，没别的目的，就来交个朋友，顺便
请你去我家住段时间。娘的，这样听着舒服多了。不过要老子去保护你，单凭这酒可不够，要么你打赢我，要么接我一剑。老子不会武功，换个别的。弱鸡呀，那你说说，你有什么擅长的？暗器，六脉神剑。老子习剑多年，自问这大夏能胜过我的不过一掌之数，你居然敢自称神剑！种子，我这神剑一出可是要死人的，你可别逼我啊！哼，既然那么厉害，为何不敢一试？九蒙子，真的，这玩意儿开不得玩笑，真的会死人的。老子不信，看剑！我去你大爷来真的！这世上真有如此速度及威力大的暗器，贫道见识了。这九蒙子居然能用剑挡子弹，真他妈是怪物！清玄道长功力深厚，这天下之人，你还是第一个能够躲开老子暗器之人，佩服。好了，也别叫我清玄道长，我听那九蒙子就不错，老子喜欢。你小子怎么称呼？在下楚云霄，青牛镇马山村人士。楚云霄名字不错，以后就叫你二傻子吧。你想让老子去你的马山村？你才二傻子，你全家都是二傻子。但这货武功太高，惹不起。没错，马山村人杰地灵，民风淳朴。我也就是闲得无聊，所以想邀请你去我那儿住段时间。我相信你会爱上那儿。刚才那酒还有吗？到了马山村，管够。多久进一次城？只要你想，随时都可以。哈哈哈哈哈！既然二傻子你诚意十足，老子就去你那儿看看。前边带路。这就走了，连铺盖卷都不带。二傻子，这铁盒子里装的什么妖兽？慢点儿，老子要吐了！